穿越三国，你成了天生反骨的魏延，且此时正值关羽败走麦城之际，于是你冒死谏言：主公，孙刘联盟不可靠，孙权那小子对荆州早已觊觎良久，岂会坐视关羽攻克襄樊？如若他们出兵偷袭，荆州必失。届时主公复兴汉室的毕生夙愿必将毁于一旦。没曾想刘备诸葛亮压根不信孙权敢背弃盟约，更不信江东鼠辈敢杀他那义薄云天的二弟，反而认为你妖言惑众，扰乱军心，甚至将你汉中太守罢免，交由赵子龙担任。诸葛丞相不是说你天生反骨吗？那你就反给他看。你不再多想，直接亲率3000轻骑直奔上庸。此时上庸府衙议事厅内，刘封的左手按着一卷竹简，正是关羽催他出兵的求援信。二叔信中言辞恳切，说樊城久攻不下，要我立刻派兵相助。身为子侄，我岂能坐视不理？副将孟达听罢，毫无波澜。封公子非是达不愿出兵，只是三郡新定，人心未复，根基不稳。若尽起大军北上，后方有变，又该如之奈何？可那是我的二叔啊！刘封一拳砸在桌案上，孟达正欲再劝，门外亲兵飞奔而入。报，汉中魏延将军率3000铁骑已至城外，指明要见公子。魏延，他来上庸做什么？刘封豁然起身，孟达的动作也停住。魏延在军中代表着狂傲不羁，他不在汉中，跑到这上庸来，意欲何为？不等刘封传令，你已大步流星地踏入厅中，没有半句废话，从怀中掏出了斥候军令，奉汉中太守将令，特前来上庸侦察布防情况。刘封、孟达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了不对劲。文长将军有话不妨直言。你环视一周，确认厅内再无他人。我此次前来奉赵将军之命侦察是假，深意是来向公子借兵往荆州救二将军。刘封身体猛地一震，去荆州救二叔？二叔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何须我去救？公子有所不知，二将军大胜，便是大败江东。孙权名为盟友，实为恶狼。如今吕蒙早已白衣渡江，荆州后路危在旦夕，不出半月，关将军必败无疑。刘封的脸庞瞬间失去了血色，他一把抓起佩剑就往前走。我这就点骑兵马，同你一道奔袭荆州。公子不可！孟达挡在刘封面前。魏将军，你所言之是惊世骇俗，可有汉中王手谕或军事将令？军情如火，等到手谕军令，荆州早已化为焦土。你上前一步，气势逼人。孟达毫不退让。无凭无据，仅凭你一面之词，便要我上庸倾巢而出？魏将军，你这是视军法如儿戏，还是想陷封公子于不义？说着，他转向刘封，语气沉痛：公子，东三郡初定，您镇守此地责任重大，若擅离职守，汉中王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刘封刚刚燃起的火焰被这盆冷水浇得摇摇晃晃。他是个孝子，最怕的就是让父亲刘备失望。你看着刘封脸上浮现的犹豫，心中一沉。孟达这种人最擅长用规矩和大义来捆绑人心。孟达，你转身厉声喝道：你只知规矩，不知变通。待到二爷兵败，荆州沦陷，你我皆成大汉罪人。这点责任你担得起吗？孟达冷笑一声，丝毫不理会我的咆哮，反而用一种极低又恰好能让刘封听清的音量开口：魏将军，你无令调兵，形同谋逆，现在还要蛊惑封公子同你谋反吗？谋反二字就像一根毒刺般，狠狠扎进刘封心里。他握着剑柄的手开始颤抖。孟达知道火候已到，他走近刘封，声音压得更低：公子可还记得当初主公御立储君，关将军如何说的？刘封的身体顿时僵着。关将军说，公子乃是明灵之子，恐非正统，劝主公将你遣回原籍。此事休要再提。刘封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你将刘封的挣扎尽收眼底。孟达，你说的对，无凭无据，煽动兵马却有谋逆之嫌。孟达露出一丝得意，所以我的声音陡然拔高：最该杀的就是你这种动摇军心、挑拨离间的贼子。话音未落，我腰间的佩剑悍然出鞘。孟达脸上的得意还未散去，脖颈处便传来一阵冰凉。魏延！刘封失声惊叫，一个踉跄撞到身后的桌案，你捡起滚落在地的头颅。孟达贼子死有余辜，竟敢当着我的面挑拨封公子与关将军的叔侄之情，妄图阻挠救援大事，其心可诛。封公子，孟达已死，再无人阻你行忠义之事。你乃主公义子，汉室宗亲。关将军蒙难，荆州危急，正是你建功立业，向主公证明自己的最好时机啊！待荆州事了，我魏延以项上人头担保，首功必是公子你的。刘封的脑子一片空白，他看着地上的尸体，又看了看浑身杀气的魏延，深吸一口气，抹去脸上的血迹。传我将令，尽起上庸精锐，同我前往荆州救援叔父。8000兵马如同射出的利箭般直奔江陵方向而去，刘封紧随在你的身侧。文昌将军，我们真的能赶上吗？赶不上也要赶。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的目光死死盯着江陵方向，同时朝着周围不停地挥手，一名名斥候如离弦之箭般射向不同的方向。再去探，我要知道樊城下的一草一木和江陵城头的每一面旗帜。刘峰看着你那张被风沙磨砺的脸，心中那点因斩杀孟达所生成的惶恐，渐渐被这股疯狂的决绝所取代。或许这才是一名武将该有的样子。与此同时，樊城帅帐之内，关羽端坐于帅案后，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捋着他那引以为傲的美人，但微微颤抖的指尖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躁。曹仁仿佛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死死地定在樊城里，任他如何水淹，如何强攻，就是拿不下。帐帘猛地被掀开，廖化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关羽猛地睁开双眼，廖化单膝跪地，拳头重重砸在地上。刘封、孟达他们拒不发兵。好一个刘凤！关羽猛地一拍桌案，明灵之子，果非我族类，他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吗？竟眼睁睁做事，我陷入重围而不来救，此等忘恩负义之徒，待我攻破襄樊班师回朝，定要在大哥面前亲手斩了此僚。传我将令！关羽抓起青龙偃月刀，全军集结，不计伤亡，全力攻城。今日不破樊城，誓不回营。刘军攻城的号角带着一股不顾一切的疯狂再次响彻云霄。曹仁站在城头指挥若定，无数利剑滚木将关羽的攻势一次次给无情的拍碎。关羽亲自擂鼓，鼓声震天，但根本无法激发士兵们的斗志，眼看伤亡越来越大。关羽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鸣金收兵。翌日，关羽大营还笼罩在一片惨败的愁云惨雾中。就在这时，大地的尽头突然出现了一条黑线，是徐晃的援军。城内曹仁看到援军，当即下令打开城门与徐将军合击。关羽腹背受敌，士兵们丢盔弃甲，四散奔逃。稳住，都给我稳住！关羽手持青龙偃月刀，左冲右杀，身边的亲兵越战越少。同一时间，一队魏军凿穿了混乱的阵型，直扑关羽本人。关云长，徐晃勒住战马，声音洪亮：“你们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速速下马投降，可保一命。”一声冷笑从关羽喉咙里挤出：“徐公明，你拿了曹操多少赏钱，竟敢在我面前饶舌？取你项上人头，一刀足矣。”徐晃不敢大意，手中大斧向上猛地一夹，下一秒，他只觉得一股巨力从斧柄传来，胯下战马都控制不住的后退了2。而关羽同样不好受，手臂刮骨疗毒之伤尚未痊愈，再加上连日攻城，心力交瘁，他早已是强弩之末。再来！关羽不给对方任何喘息之机，偃月刀一刀中过一刀，全是拼命的招数。徐晃起初还只能被动格挡，但10几个回合过去后，他渐渐看出来了，关羽旧伤复发，没了力气。徐晃瞅准一个空档，气横扫低开，厚重的偃月刀斧背直接砸在关羽的右肩胛上。关羽随即闷哼一声，父亲关平生怕关羽有失，立刻鸣金收兵。关羽看着自己打造的无敌之势，如今被人像赶羊一样追杀，一口逆血涌上喉头。在倒下的瞬间，关羽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命令：全军撤回江陵。刘军沿着来路仓皇南撤，脸上都写满了迷茫。只要回到江陵，或许一切就还有希望。然而一匹快马从后方疯狂追来，启禀君侯，江东吕蒙扮作商人白衣渡江，他们袭取了江陵，糜芳、傅士仁2人不战而降，蓝郡尽归江东了。这道军报仿佛一道天雷般在关羽脑中炸开，江陵失守了。他和大哥一生的征战基业几乎都建立在荆州之上，如今什么都没了。他破口大骂：糜芳、傅士仁，汝等狗贼，我待汝不薄，何故反我？怒火攻心下，关羽身体猛地一晃，从马背上直直地栽了下去。父亲关平惊呼一声，飞身下马，堪堪扶住了他。关羽睁开眼，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胸前的美髯，周围只剩下不到1000人的残兵。去麦城。关羽的声音透着一股死气。麦城乃是一座易守难攻、粮草稀少的小城，是他们最后的容身之所。入驻麦城后，关羽看着廖化：袁姐，你再走一趟上庸，去告诉刘封，若再不救，待到荆州一失，上庸便是下一个江陵。与此同时，吕蒙正展开一张地图，脸上挂着猎人般的笑容。一名将官飞奔入帐：启禀都督，关羽残部已进入麦城。好得很，传我将令，大军即刻开拔合围麦城，再传令陆逊将军率军进驻夷陵，沿途设下重重埋伏，以阻挡西川刘备援军。这一次我要让关云长插翅难飞。另一边，你和刘封率领8000兵马，此刻潜伏在房陵县与南郡交界的一处密林中。刘封压着嗓子问道：文长将军，我二叔他真的会败？还有孙权那厮，当真敢背弃与我父王的盟约？你正用一块干布擦拭着自己的大刀，头也不抬。风公子，这盟约是写在竹简上的，不是刻在心里的。你停下动作，将刀插回鞘中。我主如今坐拥两川，兵锋正盛，二将军水淹七军，威震天下。换做你是孙权，你会怎么想？是帮着他打下整个北方，让他成为你永远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还是趁他与曹贼死磕之际，从背后捅他一刀，先拿下一块最肥的肉，喂饱自己？刘封的呼吸一滞，他总觉得眼前的魏延和过去那个狂傲有余谋略不足的汉中太守判若两。就在此时，一名侍候从陵外飞奔而来，滚鞍下马，单膝跪地：报！前线急报，徐晃援军已至樊城，与曹仁内外夹击关将军，关将军大败，
正率残部向江陵撤退。刘峰闻言身体巨震，一把抓住斥后的衣甲。你说什么？二叔败了？你的心脏猛地一沉，来了历史的车轮分毫不差地碾了过来。关于此刻后撤，前方是曹军追兵，后方恐怕已经没有家了。果然，不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另一匹快马卷着烟尘冲入林中，马上的斥后脸上毫无血色。急报：江陵失守，江东吕蒙白衣渡江袭取南郡，糜芳傅士仁二贼不战而降。刘峰的脑子像是炸开了一样，双目赤红。糜芳、傅士仁，我父王待你们不薄，你们竟敢开城谢降！我刘峰若不将你二人碎尸万段，誓不为人！你冷静走到地图前，手指在江陵与上庸之间划过一条冰冷的线。我说风公子，现在可不是骂人的时候。眼下江陵已失，意味着整个南郡都落入了江东之手。我们这8000人已经成了深入敌后的孤军。你走到刘峰面前，迫使对方看着自己。从现在起，南郡的每一条官道、每一处关隘都会有江东的兵马，山间林中的每一条小路都可能有他们的伏兵。我们不能再走漏半点风声，否则不等我们找到二将军，自己就会先被吕蒙包了饺子。刘峰胸口剧烈起伏，缓缓平静下来。他看着你，终于重重点头。好，从现在起，全军上下皆听魏将军调遣。大军再次开拔，于山林间前行。一路上，你遭遇了数股江东派出的斥候小队。你的命令简洁而冷酷，能避则避，若避无可避，便以雷霆之势尽数围杀，不留一个活口。又行了半日，大军已至一处名为灵举的山谷，此地乃是南郡返回上庸的必经之路，两侧山势险峻，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这时前方斥候来报，定将军，山谷内发现江东伏兵，旗号为潘，约有3000人。是潘璋。你想到这个名字，一股压抑不住的杀意从心底涌起。就是这个杂碎，在历史上擒住了关羽父子。你立刻将刘峰叫到身边，指着简易的地图。风公子，潘璋部在此设伏，目标必然是麦城方向突围的二将军。我们必须吃掉他，替二将军缓解一些压力。我与你各领4000兵马，分左右2翼包抄。记住，此战不求战果，只求全歼，绝不能放走一人，否则消息走漏，我们前功尽弃。刘峰明白。刘峰的眼中也燃起了复仇的火焰。2支兵马如2条沉默的毒蛇，悄无声息地从山林两侧向谷中包抄而去。谷内，潘璋的部众正生火做饭，兵器甲胄扔了一地，浑然不觉死神已经降临。大汉镇远将军魏延在此，江东鼠辈，拿命来！一声惊雷般的怒吼打破了山谷的宁静，左右山林中喊杀声震天而起。8000汉军如同下山的猛虎，从前后2个方向狠狠地撞进了江东军的阵列。潘璋军瞬间大乱，许多人连兵器都来不及拿，就被砍翻在地。弟兄们，杀尽这群背信弃义的江东鼠辈！刘峰一马当先，手中长刀舞得如同一团旋风，所过之处人仰马翻。他将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了刀锋之上，竟无人能挡其一合之将。你在后方看着，也不禁暗自点头。刘备这一子，当真有万夫不当之勇。就在此时，一名武将拍马舞刀，拦住了刘峰的去路。狂徒休走，我乃江东马中士也。刘峰见到敌将，二话不说，挺刀便砍。马中横刀格挡，只听枪的一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只觉得一股沛然巨力从刀柄传来，虎口剧痛，险些握不住兵器。他心中大骇，此人是谁？竟有如此神力？刘峰却不给他喘息之机，刀法大开大合，一刀猛过一刀，每一刀都朝着对方的要害招呼。马中被逼得手忙脚乱，只能狼狈招架。刘峰眼中杀机一闪，瞅准一个破绽，大喝一声，手中长刀自上而下化作一道劈裂，带着撕裂空气的利晓，悍然劈落。马中眼中只剩下那一道越来越近的寒光，他想举刀去挡，手臂却已经不听使唤。扑哧一声，一颗大好头颅连着头盔被硬生生劈飞出去，无头的尸身在马上晃了晃，栽倒在地。父君将军威武！汉军见刘峰阵斩敌将，士气大振，攻势更猛。另一边，你也对上了潘璋，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横肉的敌将，你握着刀柄的手竟渗出了一丝冷汗。他妈的，虽然继承了原主身体的记忆和武艺，但这可是你穿越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单挑。潘璋见你对敌之际竟有片刻失神，脸上狞笑一闪，抓住这个破绽，举刀便向你的脖梗砍来。危机时刻，你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的本能却接管了一切，你甚至没看清对方的动作，手臂已自然而然地抬起，横刀向上猛地一夹，金铁交明之声震得人耳膜发痛。你只觉得手臂微微发麻，却稳稳地挡住了这致命一击。竟然这么猛！那股发自灵魂深处的紧张与忐忑，瞬间被一股狂喜与自信所取代。江东鼠辈原来不过如此。你大笑一声，主动发起了攻击。你的刀法远比刘峰的狂猛来得更加精妙狠辣，每一刀都直指潘璋防守的薄弱之处。潘璋越打越是心惊，对方的刀法快得让他眼花缭乱。只过了不到10个回合，他便已破绽百出。你瞅准时机，一记虚晃，趁潘璋回防之际手腕一翻，刀锋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自下而上撩起，一道血线从潘璋的喉咙处飙射而出。潘璋捂着脖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你，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最终无力地从马上摔落。主将皆亡，剩下的吴军再无战心，在汉军的合围下，很快便被屠戮殆尽。山谷内血流成河，刘峰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走到你身边，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文长，我们赢了！你看着满地的尸体，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就在这时，一名斥候连滚带爬的冲了过来，声音凄厉：“关将军，关将军已退守麦城，吕蒙大军已将麦城围得水泄不通。此刻你知道，历史的绞索已经套在了关羽的脖子上，并且正在飞速收紧。”吕蒙、孙权，刘封的咆哮声在山谷中炸响，双目赤红如血。我与你们这群背信弃义的江东鼠辈势不两立！他一把抓起自己的长刀，转身就要冲出山谷。我现在就去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有赚！给我站住！你的喝声不大，却像一盆冰水浇在了刘封的怒火上。拼了！我们拿什么去拼？你走到他面前，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我们8000人去撞吕蒙数万人的大营。封公子，你这是去救你二叔，还是赶着去给他陪葬？刘封的身体僵住了，那股被怒火顶上头颅的血气，被你这句话问得无处安放。是啊，8000对数万，无异于以卵击石。可是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二叔被围身死？惠文长，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刘封的嗓门因为压抑而显得有些嘶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二叔被围吧？你没有回答他，而是缓步走到一具潘璋亲兵的尸体旁，用刀尖挑起那顶还沾着血污的头盔，硬闯是死路一条。你将头盔扔到刘封脚下。但若是吕蒙自己请我们进去呢？刘封愣住了，你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想救关将军，光靠一腔血勇是不够的，有时候还得用些不怎么光彩的法子。你顿了顿，继续开口。封公子，我这计策可能要让你受些委屈了。让我受委屈？他把头盔狠狠砸在地上。都这个时候了，还谈什么委屈？只要能救出二叔，就是要我刘封的命，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你看着他，心中竟生出一丝触动。史书上那个刚愎自用、见死不救的刘封，似乎与眼前这个赤诚的青年猛将完全是两个人。或许孟达那样的坚定小人，才是扭曲他本性的罪魁祸首。一个心思如此单纯的人，在这乱世之中，要么被利用致死，要么就是用最锋利的刀为自己劈开一条血路。而你魏延愿意做那把刀。好，你朗声道：“传我将令，全军换装，换上江东军的兵符，另外把封公子给我绑了。”8000汉军尽数换上了潘璋部的衣甲旗号。队伍的最前方，刘封被五花大绑，推搡着前行。他满脸愤恨，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演技之逼真，连你都差点信了。而你则摇身一变成了潘璋麾下的一名校尉。你手持着从潘璋身上搜出的兵符令箭，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你们的说辞早已编好，上庸守将刘封不听孟达劝阻，执意率兵救援关羽，与领举遭遇潘璋将军伏击。一场大战之后，刘封兵败被擒。你们是奉潘璋将军之命，押送要犯刘封前往都督大营献俘请功。一路上，你们遇到了数道江东兵马设下的关卡，每到一处，你便将潘璋的令符高高举起。我等奉潘璋将军将令，押送俘虏刘封前往大都督营中复命，速速放行，莫要耽误了将军的功劳。守关的江东军将校根本不做他想，你们一行人就这么在吕蒙的眼皮子底下畅通无阻地穿过了江东军的层层防线，直至能远远望见麦城那小小的轮廓，以及城外那连营10里灯火如龙的吕蒙大营时，你才下令全军停下，拐入了一片隐蔽的密林之中，站在山坡上俯瞰着下方，无数的营帐如同坟包，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平原。刘封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声音干涩：“这得有多少人？再多的人也只有一个主帅。”你的回答冷静的可怕。你铺开一张简陋的地图，借着微弱的月光，指着大营最中心的位置。封公子，你听好了。刘封凑了过来。接下来我们不去救人。你的第一句话就让刘封浑身一震。你说什么？你抬起头。我们的目标不是冲破吕蒙的包围，杀到麦城之下，把你二叔接出来。就凭我们这点人马，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白白送死。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你的手指重重地按在了地图的中央。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吕蒙。你继续说道。待会儿由你率领7000弟兄换回我军旗号，从东面发动总攻，动静越大越好，声势越足越好，就让那吕蒙以为是上庸的援军主力到了，拼了命要来救关羽。那你呢？你勾了勾唇角。我带剩下的1000精锐依旧伴走吴军，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你吸引过去的时候，从西面直插他的中军大帐，斩将夺旗，擒贼先擒王。只要吕蒙一死，江东大军必然陷入混乱，到那时麦城之围不解自破，关将军的危机自然就解了。刘封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一拳砸在地上。好，就这么干。你站起身，亲自检查着自己身上的装备。我亲自去给他江东鼠辈闹个天翻地覆，把他吕蒙的胆给搅出来。此刻你拔出腰间的大刀，在月光下擦拭着。准备好了吗，封公子？刘封抬起头，眼神无比坚定。随时可以一战。此时吕蒙的中军大帐内，烛火将他的影子投在巨大的地图上，像一头蛰伏的猛兽。他的手指就按在麦城那个小小的红点上。江东的兵马如同铁桶一般，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一丝得意的笑意在他嘴角蔓延开来。哼，
什么威震华夏，什么万人敌，关云长，你如今还不是我吕蒙的笼中之鸟，任我宰割。昔日火烧赤壁的周公瑾又如何？他烧的是曹操的船，而我吕蒙即将擒获的是名震天下的武圣。从此以后，天下人谁还敢再提无下阿蒙4个字？孙权会如何封赏自己？拜将封侯，执掌荆州军政大权，整个江东，谁的功劳还能盖过自己？他正沉浸在这无边的遐想中，帅帐的帘子猛地被一把掀开，老将韩当冲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仿佛天塌了一般。大都督，不好了！营寨东方有一支兵马正朝我军杀来，看旗号是刘备的人。吕蒙的幻想瞬间被击得粉碎，他猛地站起，巨大的震惊让他大脑一片空白。什么？刘备军？这怎么可能？我早已下令在南郡各处要道布下天罗地网，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韩老将军，你看清领兵之人是谁没有？韩当立刻躬身回答道：夜色太黑，看不清将领的脸，但敌军的旗号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刘字，旁边是上庸太守。上庸太守是刘封。吕蒙瞳孔骤缩，他怎么会在这里？潘璋呢？我命他在灵举设伏，他难道是把我的将令当成耳旁风了吗？这个废物饭桶，立刻传我将令！吕蒙迅速压下怒火，恢复了主帅的冷静，命徐盛、蒋钦、丁奉3人继续围困麦城，一只苍蝇也不能放出去。韩当、周泰，你2人随我一道，领兵前往御敌。我倒要看看这刘备的义子究竟有几斤几两。众将领命而去，大帐内瞬间空了。吕蒙披上甲胄，提着剑，领着一支精锐，朝着喊杀声震天的东面营寨疾驰而去。不远处的密林中，你带着1000人马静静地潜伏着，你们身上还穿着江东军的服饰。透过树林的缝隙，你冷冷地观望着远处的战局。刘封的7000人马已经与冲出营寨的江东军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喊杀声、兵刃碰撞声、惨叫声交织成一曲血腥的乐章。吕蒙的中军大旗果然已经移动，朝着刘封的方向去了。诱敌之计成功了，但时机还未到。此刻吕蒙主力部队虽然出营，但中军附近依然防卫森严，贸然出击无异于自投罗网，必须继续静心等待。麦城之内早已是一片愁云惨雾。关羽坐在石阶上，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斜靠在身旁。就在这时，一名负责瞭望的探马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启禀君后，君后，我们有救了，我们的援军杀来了。关羽那双原本暗淡无光的丹凤眼猛地亮了一下，他一把抓住那探马的衣领。你说什么？援军在何处？就在吕蒙大营的东面，已经和江东鼠辈打起来，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天响。关羽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立刻追问：你可知是何人领兵？探马喘着粗气，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小人刚才看得真的，旗号上写着副军将军，上庸太守刘封。刘封这2个字像是一道天雷，狠狠劈在关羽心头。来的是刘封，竟然是他，竟然是那个自己一直看不上眼的明灵之子。在他众叛亲离、身陷绝境之际，糜芳、傅士仁这些他倚重之人，竟选择背叛他，开城献降。而这个他最不看好的义志，却不远千里率兵来救自己。或许真的错得离谱，若此次自己真的能逃出升天，定要与这位大侄子好好喝上一杯，向他赔个不是。想到这里，他猛地站起身，抓起青龙偃月刀，声如洪钟：传我将令，全军集结，打开城门，我们的援军到了，随我出城迎敌，与封公子会合，誓死突围。城内仅剩的1000余残兵，在听到援军到来的消息后，早已是士气大振，求生的意志如同干柴遇烈火，瞬间熊熊燃烧。杀！麦城城门大开，关羽一马当先，赤兔马化作一道赤色闪电，直冲江东军的包围圈。青龙偃月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夺命的寒芒，一名江东将校连人带甲被从中劈成2半，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关羽的战袍。残存的刘备军将士跟在他身后，每个人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们挥舞着兵器，如同风虎下山。负责围城的江东兵马根本没想到这群困兽还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关羽的刀便是他们的旗帜，江东军的包围圈竟然被这支不到1000人的残兵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西面林中，你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东面，刘封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已经成功拖住了吕蒙的主力。麦城方向，关羽竟也亲自率兵杀了出城，正朝着刘封的方向疯狂突围。整个江东大营彻底乱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这2处战场死死吸引。吕蒙此刻正被夹在中间，首尾难顾。就是现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已经出现，你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猛地拔出腰间的大刀，刀锋在火光下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众将士听令，随我一道出击！你的刀指向了此刻防卫最为空虚的吕蒙中军，目标吕蒙首级。你一声令下，1000名头系红巾的汉军沿着吕蒙大营的西侧边缘急速前行。你领着兵马畅通无阻地绕到了吕蒙主力大军的侧后方。此刻的东面，刘封兵马死死地吸引着江东军的全部注意力。吕蒙的大道就在前方不远处，他正立马阵前，不断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时机已到，杀！你的刀猛然向前劈落，得吕蒙首级者，赏金1000两。杀！1000名汉军精锐从吕蒙主力最薄弱的地方狠狠地杀了进去。前一刻还在并肩作战的袍泽，下一刻竟挥刀砍向了自己的后背，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在打刘峰吗？为什么自己人要杀自己人？难道是有人谋反了？信念的崩塌远比刀剑的伤害更加致命，整个江东军阵瞬间陷入了无边的混乱与猜忌之中。士卒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该向谁挥刀，只能惊恐地四散奔逃，互相践踏。稳住，都给我稳住！吕蒙终于反应了过来，他目眦欲裂，脸上的得意与从容被巨大的惊骇所取代。他娘的，中计了！东面的刘峰是诱饵，这只从背后杀出的红巾军才是真正的屠刀。他拼命地嘶吼着，企图重整阵型，然而一切都晚了，他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打散，陷入了前后夹击的绝境。你的视线早已死死锁定了乱军之中，那个还在挥舞令旗的江东主帅就是他，吕蒙。你双腿猛地一夹马腹，胯下战马长嘶一声，人借马势，化作一道离弦之箭，朝着吕蒙直冲而去。沿途的吴兵皆被你一刀劈翻，眼看就要冲到吕蒙近前，一员吴将拍马舞刀而来，如同一座铁塔，悍然拦住了你的去路。那吴将横刀立马，身上伤疤纵横交错，竟无一处完好皮肤，吾乃九江周泰是也。来将通明！你脸上不见半分惧色，反而狂笑一声，举刀相迎。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汉镇远将军魏延在此，江东鼠辈拿命来！你大喝一声，正要催马向前，文长速去，私聊交给我来对付！一声更加狂暴的怒吼从侧面传来，来人正是刘峰。江东鼠辈背弃起义，拿命来！刘峰一声咆哮，手中长刀挟着万军之势，朝周泰当头劈下。周泰眉头一皱，不敢大意，立刻横刀向上猛地一架。周泰只觉得一股山洪般的巨力从刀柄上传来，双臂巨震，胯下战马都控制不住的连退了3步。刘峰不管不顾，一刀无功，第二刀接踵而至。在周泰的感知里，眼前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劈山裂石的战神。他只能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叮当作响，勉力格挡。交手10几个回合，竟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你冲着刘峰的背影大喊一声：“风公子，撑住了！”随即，你猛地一勒马缰，绕过战成一团的2人，继续朝着前方吕蒙杀去。此刻，你的身体里满是纯粹的说不出的激动，那是一种即将亲手扭转历史洪流的无与伦比的战力感。江东大都督，白衣渡江的始作俑者，历史上生擒并斩杀关羽的吕蒙，现在就活生生的站在你的眼前。只要你杀了他，你就能为日薄西山的蜀汉撬开一道通往未来的天光，你再也无法按捺住了。双腿猛地发力，胯下战马发出长嘶，立刻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那个还在徒劳挥舞着令旗的身影笔直地冲杀了过去。去他娘的宿命，去他娘的不可战胜！老子今天就要把这该死的历史车轮给你砸个稀巴烂！吕蒙此刻正焦头烂额，东面刘峰主力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西面杀出的这支红巾军更是如同枯骨之躯，将他的阵型搅得一团糟。他拼命地挥舞着令旗，嘶吼着下达指令，试图将这崩溃的局势重新拉回正轨。顶住，都给我顶住！杀了这群叛军！此时就在你那柄大刀即将触及其后颈的千钧一发之际，吕蒙本能地向旁侧一矮身，唰，冰冷的刀锋擦着他的头盔飞掠而过，几缕头发被削断，在空中飘散。你眼见这一刀竟被躲过，心中也是一惊，却没有丝毫停顿，手腕一抖，刀锋回转，再次横削而出，直取吕蒙的腰腹。吕蒙此刻也彻底回过神来，一把抽出腰间的佩剑，狼狈地向后一格，同时破口大骂：何方鼠辈，竟敢偷袭本都督！速速报上名来！背信弃义的江东鼠辈，听好了，杀你者，你魏延爷爷是也！随即两人瞬间站在一处，渐渐的吕蒙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压制了。此时你眼中杀机爆闪，大喝一声，看似要一刀力劈华山。吕蒙大惊，连忙举剑过顶，全力封挡。然而你劈出的刀在半空中却是一个诡异的停顿，趁着吕蒙门户大开的瞬间，你手腕猛地一反，刀锋自下而上，划出一道凄厉的弧线。吕蒙只觉得脖梗处一凉，手中的长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摇晃了一下，无力地从马背上栽倒下去，溅起一地尘土。你毫不停留，俯身探手一把抓住吕蒙的发髻，将那颗尚在滴血的头颅提了起来，催动战马冲到阵前，用刀尖将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高高挑起，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贼将吕蒙已被我魏延斩杀！这声呐喊如同9天之上的滚滚惊雷，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混乱的战场。正在与周泰死斗的刘峰听到了，随即爆发出巨大的狂喜，哈哈哈！文长将军干得漂亮！江东鼠辈，你们的大都督死了！正在率兵突围的关羽听到了，他浑身一震，那双丹凤眼猛地睁大，不敢置信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吕蒙死了，杀他的是魏延。此时听闻大都督死了，无数士卒扔掉了手中的兵器，四散奔逃。周泰一刀逼退状若疯魔的刘峰，自己也被那股巨力震得气血翻涌。他抬头看到了那颗头颅，整个人如遭雷击。都督，他想冲过去，想抢回吕蒙的尸身，可身边全是溃败的自己人，人潮推着他，裹挟着他，让他寸步难行。不准退，都给我回来！敢擅自后退者，斩！周泰的咆哮声嘶力竭，却被淹没在山崩海啸般的溃败声中。韩当、徐盛等将领也在拼命地企图约束部队，但一切都是徒劳，兵败如山倒。你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却没有半分胜利的喜悦。江东大军乱了，但这还不够，必须让这股混乱朝着你想要的方向流淌。
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关羽率领着他那支不到1000人的残兵，终于从群龙无首、陷入混乱的江东军包围圈里凿穿了一个缺口，与你们会合。他勒住赤兔马，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曾经最不看好的意志，竟不知该如何开口。二叔，刘封见到关羽，激动地喊了一声，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关羽重重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是吐出2个字：好。随即他的目光转向你，以及你刀尖上那颗头颅，一股滔天的快意涌上心头。吕蒙，这个将他逼入绝境的江东小儿，终于死了。魏将军，你此番舍身相救的恩情，关某记下了。关羽的声音洪亮如钟，带着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如今贼首已诛，我军当乘胜追击，将这数万江东鼠辈尽数歼灭于此，以雪我荆州之耻。关将军，封公子，请听我一言，你将吕蒙的头颅扔在地上，杀光他们很简单，但杀了之后呢？江陵城里的孙权主力会不知道吕蒙死了吗？一旦他们知道吕蒙兵败身死，必然会立刻加强江陵的防备，甚至从扬州调集更多的兵马前来。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去夺回荆州？就凭我们这8000人，加上关将军的1000余残部，你的几句话让他们都冷静了下来。那依你之见，我们又该当如何？关羽收起了刀，郑重地向你询问。驱赶，你的嘴里吐出2个冰冷的字眼。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杀光他们，而是把他们像羊群一样赶到我们想让他们去的地方。你抽出腰间的佩剑，在地上画了一个简易的地图。2位将军请看，这里是麦城，而我们在这里。你的手又指向东面，这里是夏口，是江东在长江北岸的另一个据点。江陵在我们的南面，现在是吕蒙大本营的根基所在。现在江东军已经溃散，他们逃跑的方向无非2个，一是向南逃回江陵主营，二是向东逃往夏口。你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狡诈的表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堵死他们南逃的路。全军分成3队，关将军，你率本部兵马从南侧包抄；封公子，你率本部兵马从北侧合围，我则从西面掩杀。我们3面合围，只给他们留一条路，就是东面去夏口的路。刘封的脑子还有点没转过来，为什么把他们赶到夏口去干嘛？为了消息。你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西面的江陵上，我们必须抢在吕蒙战死的消息传回江陵之前拿下这座城。只有把这群溃兵全部赶去夏口，江陵那边才会暂时收不到任何消息。他们会以为吕蒙还在围困麦城，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时间差。趁着江陵城防务空虚，我们连夜奔袭，一举拿下。到那时，荆州之危才算真正解了。你的这番话如同平地起惊雷，在关羽和刘封的心中炸响。好大的胆子，好毒的计策，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这是在用人心和时间下一盘惊天动地的大棋。关羽看着你，那双丹凤眼里第一次流露出了真正的激赏。此子有帅才，此计甚妙。关羽大喝一声，再无半点犹豫，就依文长之计，全军听令，随我从南侧截杀。刘封也反应了过来，兴奋的满脸通红，哈哈哈，还是文长你脑子好使。弟兄们，跟我从北边上，别让他们往南跑了。战局瞬间逆转，原本还在追往主北的刘备军立刻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以杀伤敌人为首要目的，而是化作了3只巨大的手掌，从西南北3个方向对正在溃逃的江东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包围圈。周泰、韩当等残存的江东将领本想收拢残兵向南退回江陵重整旗鼓，可他们很快就绝望地发现南面根本无路可走。关羽的部队如同南面的一堵血色高墙，青龙偃月刀刀锋所向，任何企图向南突围的吴兵都被毫不留情地斩杀。而北面刘封那支生力军更是如同下山的猛虎，将他们的阵型拦腰截断。只有东面，只有通往夏口的方向是空着的。将军，南边和北边都冲不过去了，关羽和刘封杀疯了，我们被包围了，快往东边跑，东边没人。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残存的江东军像是决堤的洪水，找到了唯一的宣泄口，不约而同地朝着东方，也就是夏口的方向亡命奔逃。你立马于山坡之上，冷漠地看着下方那壮观的一幕，数万人的溃败在你的指挥下变成了一场井然有序的迁徙。你转过头，对着身边的传令兵下达了最后的指令，通知关将军和封公子，穷寇莫追，全军立刻集结，补充粮草兵器。半个时辰后，目标江陵城。驱散了江东溃兵之后，你、关羽、刘封3支人马终于合兵一处，你们立刻寻了一处隐蔽的山谷暂作休整。于是你们3人，还有一直沉默跟在关羽身后的关平，4人围坐火边，面前摊开的是一张缴获来的画着江陵地形的粗糙地图。痛快，真是痛快！刘封一拳砸在自己大腿上，震得甲叶哗哗作响，他满脸通红，那股血战到底的兴奋劲还未褪去。文长，二叔，坦之，依我看，咱们就该趁着现在士气正旺，连夜杀向江陵。那吕蒙老贼一死，江东军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咱们一鼓作气，直接把江陵给端了。他嗓门洪亮，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恨不得立刻提刀上马的冲动。关羽抚着自己那把标志性的长髯，缓缓点头，脸上满是赞同。风儿此言正合我意。他那双丹凤眼扫过地图，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油然而生。吕蒙已死，江东军主力溃逃夏口，江陵守备必然空虚。我大哥仁义布于四海，江陵城中必有心向大汉的忠义之士。只要我关某的旗号出现在江陵城下，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城中将士必然临阵倒戈，弃暗投明，届时收复江陵易如反掌。关羽的话掷地有声，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在他看来，自己的威名就是攻破江陵城最好的武器。然而一道沉稳的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父亲，封公子，恕孩儿直言，此举恐有不妥。”开口的是关平，他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擦拭着自己的佩剑，仿佛置身事外。但此刻他一开口，
整个场面的热烈气氛瞬间冷却了下来。他将剑收回鞘中，抬起头，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强攻江陵太过冒险，其一我军连番大战，已是疲弊之师，急需休整；其二我们对江陵城内的布防、兵力、将领一无所知，贸然进攻乃是兵家大忌。况且关平的语调没有起伏，却字字诛心。江东军虽然溃败，但必然在南郡各处要道留有哨卡。我们这点人马，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江陵城下，绝非易事。他站起身，对着关羽和刘封一拱手：依孩儿之见，我们应当立刻北上，退回上庸、房陵等东3郡，那里是封公子的地盘，安全无虞。之后再返回蜀中，与大王军师会合，再图荆州之事，这才是万全之策。关平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刘封和关羽的心头。万全之策，刘封第一个跳了起来，脖子都粗了，坦之，你这是什么话？打了胜仗不乘胜追击，反而要夹着尾巴逃跑，这算哪门子的道理？我军将士用命，好不容易才杀了吕蒙，逆转了局势，现在退了，之前死的弟兄不就白死了？关羽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虽然没有呵斥，但紧抿的嘴唇已经表明了他的不满。关平的谨慎没错，但在他这位威震华夏的武圣看来，这便是怯战。一时间山谷里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一个要强攻，一个要撤退，谁也说服不了谁。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只是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的你。感受到了众人的注视，缓缓站起身，将手里的树枝扔进篝火里，溅起一串火星。关将军、封公子、关平将军3位的计策都各有道理，但也都行不通。你没有理会他们的表情，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强攻江陵，关将军，您觉得孙权是傻子吗？吕蒙数万大军是他夺取荆州的全部本钱，如今吕蒙出征在外，他孙权会不对江陵的防务做任何调整？我敢断言，此刻的江陵城防卫森严，远胜往昔。我们这点人去强攻，就是拿鸡蛋去撞石头。关羽的面皮抽动了一下，却无法反驳。你又转向关平，撤回蜀中。关平将军，你说的计策确实稳妥，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一退，就等于把整个荆州拱手让给了孙权。等到他彻底消化了荆州，清除了所有反对势力，把这里经营的如同铁桶一般，日后我们再想打回来，就需要付出10、100的代价。军师的隆中对眼，跨有荆益，失了荆州，大汉复兴便断了一臂，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你的话让关平的脸色也变得苍白。山谷里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强攻是送死，撤退是慢性自杀，路似乎又被堵死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刘封的火气被彻底点燃，他3步并作2步冲到你面前，一把揪住你的衣领。魏文长，你倒是给老子说清楚，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你任由他抓着，脸上没有丝毫怒气，反而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封公子，莫急，你的话语很轻，你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从临郡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麦城的？你小子是又想拿我当俘虏，假扮成江东的兵马去骗开那些关卡？你摇了摇头，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封公子，你想错了，这一次你的头可不值钱了。说完，你的头颅微微转动，看向了一旁长髯飘飘、威风凛凛的关羽。刘封的笑声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好你个魏文长！刘封的声音因为震惊而变得尖利，你这是要拿我二叔做俘虏？山谷内的气氛瞬间凝固，关羽和关平父子几乎是同时将手按在了腰间的剑柄上，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身体微微前倾，摆出了戒备的姿态。这位爷好大的胆子！当初在长沙，此人手刃救主韩玄，开城献降，那副谄媚的嘴脸，至今还留在关羽的记忆里。若非大哥力保，军师诸葛亮当时就要以脑后有反骨，酒后必反为由，将他就地斩杀。也正因如此，你在军中的风评一直极差，天生反骨，心怀叵测，这几乎是所有人对你的共识。关羽抚着长髯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你看着关羽父子那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心中了然，这位威震华夏的君后，终究还是因为刘封的一句戏言，对你起了疑心。信任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一场胜仗就能建立起来的。你没有急着辩解，只是缓缓松开了被刘封抓皱的衣领，掸了掸上面的灰尘。关将军，莫要误会，你的动作不疾不徐，脸上甚至还带着那抹算计得逞的笑容。我魏延的脑袋还没那么硬，敢在您2位的剑锋上耍花样。你转头看向兀自震惊的刘封，开口解释：封公子，你还记得我们是如何从临郡兵不血刃的来到麦城的吗？你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将那套瞒天过海的计策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从如何伏击潘璋，到如何换上敌军的衣甲旗号，再到如何将刘封五花大绑扮作俘虏，骗过江东军沿途的层层关卡，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说得清清楚楚。随着你的叙述，关羽按在剑柄上的手缓缓松开了，他脸上的警惕逐渐被一种混杂着惊奇与赞叹的复杂情绪所取代。文长将军智谋过人，关某佩服。关羽收回了按在剑柄上的手，郑重地对着你一拱手，算是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赔了不是。你见误会解除，这才将自己真正的计划和盘托出，走到地图前，用那根烧得半黑的树枝重重地指向江陵城，故技重施。只是这一次，我们需要一个分量更重的俘虏。我们依然假扮成江东的兵马，但不再是普通的部队，而是吕蒙的得胜之师。我们就对外宣称，在麦城苦战之后，吕蒙大都督已经生擒了关羽，而我们就是奉大都督将令，押解关羽将军这名最重要的俘虏先行返回江陵，交由吴侯亲自处置。我们有潘璋的令符在手，如今吕蒙心丧，江东军中指挥混乱，无人能辨真伪。只要我们一口咬定是都督密令，必然能一路畅通无阻。
等到了江陵城下，我们再用这套说辞去撞开城门。江陵守将一听我们生擒了关将军，献上如此泼天大功，必然大喜过望，放松警惕。只要他们敢打开城门，你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那根树枝在地图上从城门的位置狠狠地划入城池的中心。趁着他们开门之际，我们突然发难，大军一拥而入，江陵守军毫无防备，必然为我等所破。到那时，江陵便可失而复得，荆州之危迎刃而解。这个计划比之前斩首吕蒙还要疯狂，还要大胆，真是好计策。刘封第一个跳了起来，兴奋得满脸通红。就这么干，二叔，这次要委屈你了。关羽捋着长髯，那双丹凤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以身为饵，撞开城门。此计虽然凶险，却也是眼下唯一能翻盘的办法。好，大丈夫立身于世，当以大事为先，何惜此身？只要能夺回荆州，莫说假扮俘虏，就是要我关某这条性命，又有何妨？关羽声如洪钟，掷地有声。父亲，封公子，魏将军。就在众人热血沸腾之际，一直沉默的关平却突然开口。此计虽妙，但尚有一处疏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关平站起身，走到地图旁，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沉稳。我们就算奇袭夺下了江陵，城外别处江东兵马也必定拼死反抗。麦城溃逃至夏口的江东兵马，得到消息后也必然会回援反扑。仅凭我们这不足万人的疲弊之师，想要守住一座孤城，恐怕……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打下来，守不住，一切都是白费。关羽和刘封脸上的兴奋之色褪去，眉头重新皱起。关平说的是事实，你也点了点头。关平的冷静让你都感到有些意外。只听关平继续说道：所以在执行此计之前，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我们必须立刻挑选精锐信使，携带父亲的亲笔书信，配备最好的快马，从上庸北上，绕道奔赴汉中，将荆州战局的逆转，以及我们即将奇袭江陵的计划，火速禀报大王与军师，请他们立刻从西川发兵，水陆并进，直扑南郡。只要我们夺下江陵，便可据城死守。等到川中的援军一到，内外夹击，江东军必败无疑。到那时，不只是江陵，整个南郡乃至整个荆州都将重回我军手中。关平的话说完，山谷里一片寂静。如果说你的计策是出奇制胜的奇，那关平的补充就是万无一失的武，奇吻相合，天衣无缝。关羽看着自己的儿子，眼眶竟有些湿润，那份沉稳，那份冷静，甚至比自己这个做父亲还要强上3分。你也是惊奇不已。这关平和他那个傲气冲天的爹，脾气可真是一点都不像，冷静理智，还懂得为全盘大局考虑，这才是真正的将帅之才。好！关羽大喝一声，一掌拍在关平的肩膀上，脸上满是难以掩饰的欣慰与骄傲。平儿此计甚妙，就这么办，计策一定。众人不再迟疑，立刻分头行事。刘封兴冲冲地去安排将士们换装，将缴获来的江东军服分发下去。关羽则是脱下了自己那身标志性的绿袍铠甲，换上了一身破旧的布衣，主动走进了临时改造的囚车之中。昔日威震天下的武圣，此刻看上去竟真的像个落魄的阶下囚。关平则默默地换上了一身江东小校的服饰，手持长刀守在囚车之旁，寸步不离。你则亲自挑选了10余名武艺高强、最擅长骑射的精锐，又挑出20多匹最好的战马，将他们交给了廖化。廖将军，此事关系我军兴衰，万望将书信亲手交到大王与军师手中，末将必不负君后和文长将军所托。廖化郑重地点了点头，翻身上马。廖化就算跑死，也一定将消息送到。半个时辰后，一切准备就绪，一支押解着俘虏关羽的潘璋部队，借着夜色的掩护，缓缓驶出了山谷，朝着江陵的方向疾驰而去。你勒着马缰，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身后是一辆特制的囚车，里面关着一个衣衫褴褛却依旧身形挺拔的囚犯。这支由8000刘备军将士伪装成的江东得胜之师，此刻正上演着他们此行最惊心动魄的一出戏。队伍一路疾驰，从麦城南下，沿着沮水与漳水行了30余里。当阳的地界已然在望，当阳乃是江陵的北面门户，实打实的军事重镇。果不其然，这里早已被江东军设下了重兵。站住！前方部队通报番号，一队手持长戈的江东哨兵从道旁的暗处冲出，将整支队伍拦了下来。特么的，来得还挺快！你心中暗道一声，面上却丝毫不改色，立刻催马上前，将手中那面代表着潘璋身份的令符高高举起。我等乃是潘璋将军麾下奉大都督吕蒙将令，前往江陵有要事要办。哨兵们借着火把的光，看清了你们身上的江东军服，又验看了那面令符，脸上的戒备稍稍放松，原来是自己人。敢问将军，深夜如此急着行军，是所谓何事？自然是大事。你的语气刻意提高了几分，带着一股邀功的兴奋。大都督在麦城大破关羽，已将其生擒活捉。说着，你用马鞭向后一指，此人便是关羽。哨兵们的火把齐刷刷地照向了那辆囚车，只见囚车之中，那人虽然头发散乱，满脸尘土，但那标志性的长髯，那副不怒自威的气势，不是关羽又是谁？就在此时，囚车里的关羽猛地撞向木兰，发出一声震天怒吼：“孙权鼠辈，吕蒙小儿，背信弃义，枉为盟友！我关云长便是身死，化作厉鬼，也定要踏平你江东之地！”那骂声中气十足，充满了无尽的怨毒与愤怒，听得那群哨兵都打了个寒战。演得真好，你心里给二爷点了个赞。哨兵们被这阵仗唬得一愣一愣的，生擒关羽，这可是泼天的大功。为首的哨兵队长还算谨慎，连忙说道：“此事体大，我等不敢擅自决断，必须立刻通报宋谦将军。”说罢，立刻派人飞奔回营。不多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位身披重甲、面容严峻的将领带着一队亲兵赶过来。
我乃当阳守将宋谦，何人在此喧哗？见过宋将军，小人乃是潘璋将军帐下一名都尉。你朝着宋谦抱拳一揖，再次将那套生擒关羽押送江陵的说辞原本的重复了一遍。宋谦策马走到囚车前，借着火光仔细细地打量着里面的关羽。关羽依旧在破口大骂，词汇之丰富，怒气之充沛，毫无半分破绽。宋谦又扫视了一遍这支所谓的潘璋部队，将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甲胄上还带着血战的痕迹，确实像是刚打完胜仗的精锐，一切似乎都对得上。但宋谦仍未完全放心，沉声问道：“既是奉大都督之命，可有都督亲笔将令？该来的还是来了。”你脸上不见半分慌乱，反而露出一丝急切。宋将军有所不知，军情紧急，瞬息万变。我等生擒关羽之后，大都督恐上庸刘封贼军趁机偷袭，便亲率大军断后，指命我等持潘璋将军令符为凭，火速将这逆贼押往江陵，交由吴侯亲自发落。说着，你将手中的令符递了过去。宋谦接过令符，凑到火把下反复查看。那令符是纯铜所铸，上面的雕刻纹路正是吕蒙出征前亲自颁发给诸将的样式，绝无仿冒的可能。令符是真的，俘虏看起来也是真的。宋谦最后的疑虑彻底打消，原来如此，诸位辛苦了。他的态度立刻变得热情起来，对着你一拱手，高声下令：“快打开关卡，让他们过去，切莫耽误了大都督的要事。”多谢宋将军，你抱拳回礼，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下了一半。当阳过了，接下来的路途出奇的顺利，一路上又遇到了数个江东军设立的关卡哨所。你故技重施，凭借着潘璋的令符和俘虏关羽这块金字招牌，竟是一路畅通无阻。所有人都被生擒关羽这个惊天喜讯冲昏了头脑，根本没人会去怀疑这支得胜之师的真伪。天色将明之时，一座雄伟的城池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江陵看着那高耸的城墙和密布的箭楼，你的心再次提了起来。城墙上，江东的旗帜迎风招展，守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巡逻的士卒来回走动，警惕地注视着城下的每一寸土地。和你等人预想中的一样，这里的防备远非之前那些关卡可比。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你怀着忐忑的心，独自催马上前，来到吊桥之外，对着城楼之上大声通报：“城上的兄弟，我等乃潘璋将军麾下奉大都督吕蒙将令，已在麦城生擒逆贼关羽，特来押送此贼，交由吴侯处置，请速速开门。”你的声音在清晨的微风中传出很远，城楼上的守军听闻此言，顿时一片哗然。什么？大都督抓到关羽了？真的假的？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骚动很快被一名军官喝止，那军官探出头来，朝着下方大喊：“此事体大，尔等在此等候，我需立刻向上峰通报，没有将令，绝不可开城。”又是通报，只是这一次，你的心里却没了之前的笃定。当阳的宋谦只是个守将，但这江陵城中坐镇的会是谁？是江东的核心重臣，还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是一场煎熬。不知过了多久，城楼之上终于再次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城墙之后。那人身着华贵的锦袍，头戴金冠，身形高大，仅仅是站在那里，就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尊贵气度。你抬头望去，心中一阵惊奇，这个人怎么长得如此奇特？碧绿的眼珠，紫色的胡须，这副相貌在汉人之中简直闻所未闻。奇怪，怎么还有点眼熟？就在你苦思冥想之际，你身后的囚车里猛然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一直安分守己配合演戏的关羽，此刻像是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用头颅疯狂地撞击着囚车的木栏，双目赤红，状若疯魔。孙权，汝这闭眼小儿，自然鼠辈，无耻匹夫，竟敢撕毁盟约，背信弃义！我关羽与你势不两立，恨不能生干汝肉！关羽的骂声如同平地起惊雷，狠狠劈进了你的脑子里。你猛地抬头，死死盯住城楼上那个闭眼自然的男人，整个人彻底懵了。特么的，这江陵城里竟然是孙权本人亲自坐镇，老子这一波岂不是等于买彩票中了头等大奖了？孙权，汝这闭眼小儿，自然鼠辈！关羽的咆哮如烧红的烙铁，狠狠砸在江陵城下每个人的心头。这声指名道姓的怒骂，瞬间将城头与城下化作两人对峙的疆场。囚车里是英雄末路的武圣，城楼上是意气风发的江东之主。你脑子里那根名为李治的弦，在孙权二字入耳的刹那，嗡的一声险些崩断。你的计划里压根没有这一出，这根本不是预设的险局，是直接把江东霸主拽到了刀刃跟前。一旦身份败露，城下8000将士连同你关羽父子，怕是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可那股直冲天灵盖的寒气只持续了一瞬，便被更疯狂更炽热的狂喜取代。老子怕他个球，富贵险中求。别人撞见孙权是死路一条，对你魏延而言，这却是天上掉下来的肥肉。擒贼先擒王，若能在此活捉孙权，什么大义失荆州，什么火烧连营，都将彻底改写。你的心脏疯狂雷动，脸上的表情却在瞬息间切换。你收起所有震惊与算计，换上一副大功告成的狂喜，对着城头那闭眼自然的男人，用尽全身力气高喊：“吴侯在上，小人信不辱命。”小人乃是潘璋将军麾下都尉严伟，奉大都督吕蒙将令，已将逆贼关羽押送江陵，交由吴侯亲自处置。这一嗓子中气十足，满是邀功的急切，完美掩盖了心底滔天的杀意。城楼之上，孙权身侧一名身着儒将铠甲的将领立刻上前，厉声喝问：“潘璋将军何在？大都督又在何处？为何不见二人？只有你区区一介都尉，押送如此重要的囚犯前来？”是朱然，语气凌厉，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你早有准备，
抱拳的动作干脆利落，语速快如急雨。回禀将军，大都督在麦城大破敌军，生擒关羽后，军情突变，上庸刘封贼军恐趁机来袭，断我军后路。大都督亲率主力留守麦城防备，为防夜长梦多，特命小人持潘璋将军令符，连夜将此元凶押送至江陵，献于吴侯。这番说辞天衣无缝，既解释了孤军前来的缘由，又抬了吕蒙深谋远虑的形象，合情合理，挑不出半点破绽。朱然脸上的警惕稍减，却仍未完全放心。城楼之上陷入诡异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孙权身上。他眯着碧绿的眼珠，像打量猎物般死死盯着囚车里的关羽，那眼神里既有猎人的贪婪，又有对这等傲骨的复杂情绪。时间仿佛被拉长，城下8000将士哪怕伪装的再好，也忍不住手心冒汗。那股从城楼传来的无形压力，沉甸甸压在每个人心头。成与败，生与死，全在城上那人的一念之间。你知道不能再等了。孙权的多一刻在骨子里，拖得越久，破绽越多。你必须再加一把火，一把烧断他理智的火。你猛地转身，眼神如电般扫过囚车，声色俱厉的大喝：关羽老贼，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见了吴侯还不速速下跪求饶！这声断喝如同火星投进火药桶，囚车里的关羽立刻心领神会，仿佛受了天大的侮辱，胸膛剧烈起伏，双目瞬间赤红如血，双臂青筋暴起，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撞向囚车木栏。哐哐哐哐，木栏震颤的巨响让所有人心头一颤。江东鼠辈安敢如我？关羽的吼声嘶哑而雄浑，震得江陵城下嗡嗡作响。我关羽乃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气不可屈。想让我关某给江东鼠辈下跪，除非天地崩塌，江河倒流，哪怕身陷囹圄，这股宁死不屈的傲气，睥睨天下的威风，也未曾消减分毫。这才是真正的武圣关羽。而这份傲气，恰恰是刺向孙权内心最深处的毒刺。他一生最敬佩英雄气概，却也最嫉恨这等宁死不降的傲骨。他做梦都想看到这个看不起江东、看不起他孙权的男人，会在自己脚下摇尾乞怜。这份泼天的功劳，他要亲自来受；关羽的这份屈辱，他要亲眼见证。孙权心中最后一丝理智被关羽的怒吼彻底崩断，他那张紧绷的脸再也抑制不住，绽放出狂喜的笑容。哈哈哈！好一个关云长，你终于也有今天！笑声在城头回荡，满是扬眉吐气的快意。他对着仍面带疑虑的朱然大手一挥，下达了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命令：朱然，不必在意，开城门，让他们进来。本侯要亲自审问这关羽老贼，让他知道谁才是这天下的真正英雄。朱然眉头紧锁，指尖摩挲着剑柄，心中的疑虑如乌云不散。但吴侯金口玉言，他怎敢违抗？深吸一口气，转身对着城楼下的守军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吴侯有令，开城门！嘎吱，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中，隔绝生死的沉重吊桥缓缓放下。紧接着，厚重的江陵城门在绞盘转动下，一寸一寸向内打开，露出城门洞内幽暗却象征着胜利的坦途。你盯着那洞开的城门，城楼上孙权的狂笑还在回荡，嘴角控制不住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孙仲谋，地狱之门可是你亲手为我打开的。你猛地抽出腰间长刀，刀锋在晨光下闪过嗜血的寒芒，声音低沉却带着千钧之力，穿透了周遭的寂静。全军听令，跟我杀进城去，活捉孙权！嘎吱，那扇隔绝生死的沉重吊桥重重砸在护城河对岸，激起一片尘土。江陵城门向内缓缓打开，你胯下的战马不安地刨了刨蹄子，鼻息粗重，你强行按耐住几乎要跳出胸膛的心脏，脸上依旧是那副恭敬中藏着狂喜的表情，挥手示意大部队稳住，自己则率领最精锐的100余名亲兵作为先头部队，不紧不慢地踏上吊桥。马蹄敲击木板，发出沉闷而富有节奏的声响，一步一步踏入虎口，亦是一步一步踏向那泼天的富贵。城门甬道之内，一队江东守军早已列队等候，为首的都尉满脸堆笑，快步迎了上来。严都尉，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啊！他热情的过分，伸手就要去拉你的马缰绳。吴侯已在城楼备下酒宴，就等着用关羽这老贼的项上人头为诸位接风洗尘呢。他笑得见牙不见眼，丝毫未察觉眼前的自己人竟是一头从地狱爬出的恶狼。你身后的100余名江东将士尽数低头，刻意摆出满脸疲惫，手中兵器却在不经意间调整到最佳出鞘角，只待你一声令下。那都尉还在喋喋不休地炫耀江陵繁华，吹嘘孙权英明，话音戛然而止，你眼中最后一丝伪装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火山喷发般的凛冽杀机。动手！低喝如炸雷，你猛地抽出腰间环手刀，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半分多余。刀光一闪，那都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脖枪喷出的滚烫鲜血溅了你满身。全军听令，跟我杀进城去，活捉孙权！这才是真正的总攻信号。你身后的100余名亲兵瞬间抛掉所有伪装，化作挣脱囚笼的猛虎，手中刀剑成了最高效的屠戮工具，对着甬道内毫无防备的江东卫队展开一面倒的屠杀。扑哧，惨叫声、兵刃入肉声瞬间响彻整个城门甬道，鲜血染红了脚下的青石板。与此同时，队伍中段那辆看似坚固的囚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炸裂。木屑纷飞中，一道魁梧身影如魔神将士般冲天而起，他手中哪里是什么镣铐，分明是一柄早已藏好、闪烁森然寒光的青龙偃月刀。江东鼠辈，
还我荆州！关羽的怒吼不再是伪装的虚弱，而是灌注无尽怒火的战吼，响彻全城。他手中82斤的青龙偃月刀顺势横扫，唰的一声，拦在身前的7、8名江东兵连人带甲被拦腰斩断，血肉横飞，长穿肚烂，一刀之威，恐怖如斯。城门处的混乱只是开始，一直守在囚车旁的关平脸上毫无波澜，既未去支援父亲，也未加入城门口的混战，只是冷静拔出长刀，向前一指：“兄弟们，杀！随我踏平江陵城！”他身后数千名早已按捺不住的荆州将士，如开闸的黑色洪流，越过混乱的城门，无视周遭一切。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城内军营最密集的方向。任务更是明确，最短时间内制造最大混乱，瘫痪江东军指挥。城楼之上，孙权脸上的狂喜还未褪去，便被突如其来的惊变害得魂飞魄散，身子微微发颤。朱然则面如死灰，浑身冰凉，嘶吼出声：“不好，中计了！敌袭，是敌袭！”声音凄厉绝望，已然变调：“快关城门，放箭，快放箭！”可一切都晚了，城门早已被你的亲兵死死控制，关平的大部队已然涌入城中，整个江陵城在这一刻彻底陷入混乱。你对城内的腥风血雨视而不见，目标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城楼上那闭眼自然的男人。你转头对着身旁的刘封低吼：“封公子，随我来！擒贼先擒王！”话音未落，脚下猛地一蹬马镫，整个人如炮弹般射出，朝着通往城楼的马道，逆着惊慌失措的人流悍然冲杀上去。好！刘封大吼一声，紧随其后，两人一左一右，如黑白两道夺命闪电，直扑马道。拦住他们，速速保护吴侯！孙权的护卫终于反应过来，嘶吼着组成人墙拼死阻拦。可在杀红了眼的你面前，这些所谓的精锐护卫脆弱的如同土鸡瓦狗。你的刀法毫无名门正派的章法，每一刀都狠辣刁钻到极致，撩阴割喉刺眼，招招直奔人体最脆弱的要害。你浑身浴血，宛如从地狱爬出的修罗杀神，所过之处残肢断臂堆积，哀嚎声不绝于耳。刘封则稳如磐石，手中长剑虽不如你那般狠厉，却厚重沉稳，剑光闪烁间，总能恰到好处地为你清除侧翼所有威胁。一个主攻，一个主防，两人竟在瞬息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转眼便杀到马道中段。城楼之上，孙权惊恐地看着不断逼近的你们，两腿一软，竟一屁股瘫坐在地，声音发颤的尖叫：“护驾！护驾！朱然，快来护驾！”往日的吴侯威严荡然无存。朱然抽出佩剑，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带着最后的亲卫堵在马道尽头。他知道自己退无可退，放箭，给我放箭，射死他们！孙权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而你和刘封已然杀穿了最后一道防线。你抬起头，脸上溅满的鲜血让神情愈发狰狞，手中大刀的刀尖还在滴着血，遥遥指向瘫软在地的孙权，字字如刀：“孙仲谋，你的项上人头，我魏延收下了！”你的吼声如同一柄沾满鲜血的战锤，狠狠砸在江陵城楼每个人的心上。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瘫软在地的孙权，碧绿的瞳孔因恐惧收缩到极致。他望着你这尊浑身浴血、步步逼近的杀神，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想逃，可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根本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身影越来越近。就在你的大刀即将落下，了结这位江东之主性命的瞬间，一道悲愤的怒吼从孙权身侧炸响：“木树小人，休想伤我主公！”是朱然，这位始终心存疑虑，却最终遵从军令的儒将，此刻双目赤红，状若疯魔。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挺起手中长枪，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悍然迎向你这尊杀神。长枪与大刀剧烈碰撞，爆出一串刺目的火星。朱然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从枪杆传来，震得他虎口发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连退3步。但他终究拦下了这砍向孙权的致命一刀。好，来得好，计划被阻，你非但不恼，反而咧嘴一笑。此刻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速战速决。城下厮杀声震天动地，关羽父子如虎入羊群，荆州军士气正盛。可江东军毕竟人多势众，一旦从最初的混乱中反应过来，重新组织起有效抵抗，后果不堪设想。时间，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绝不能被这忠心护主的家伙拖住。杀！你不再多言，大刀挥舞成一团夺命旋风，朝着朱然当头照下，每一刀都势大力沉，直来直去，不带半分花巧，尽是雷霆万钧之势。朱然此刻护主心切，潜力被彻底激发，他将枪法施展到极致，枪影重重如一道坚固屏障，竟堪堪抵住了你狂风暴雨般的猛攻。密集的金铁交鸣声在城楼之上连成一片，震得人耳膜发疼。朱然凭借一股惊人毅力，竟与你这杀神斗了个有来有回。你心中愈发焦急，这朱然比预想中难缠数倍，再这般拖延，战机转瞬即逝，必须出奇招了。电光火石间，你脑中已有决断，你故意放缓攻势，刀法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凝滞，一个破绽就这么刻意迈了出去。朱然9手之下压力剧增，一剑有机可乘，哪里还会多想？给我死！他暴喝一声，手中长枪如毒龙出动，精准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机会，狠狠刺向你的左臂。吃了！枪尖瞬间划破你臂膀上的甲胄，锋利的枪刃切开皮肉，带出一捧滚烫鲜血，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可你脸上不见半分痛楚，反而闪过一丝计谋得逞的狞笑。就是现在！你因挨下这一枪，
借着枪尖传来的巨大冲击力，身体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角度猛地扭转，手中大刀借着旋转之力，化作一道自下而上的血色残月，刀锋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破风之声。朱然一枪得手，脸上的喜色还未完全绽放，便被一股致命的寒意彻底笼罩。他的视野里，那道血色刀光急速放大，快到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回防动作，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柄屠刀径直砍向自己的脖颈。噗！没有丝毫阻碍，一颗大好头颅伴随着冲天血柱飞上半空。朱然脸上护主的决绝永远凝固在这一刻，无头尸身晃了2晃，重重倒在血泊之中。你一刀斩杀朱然，看也不看那具尸体，目光再次锁定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的闭眼自然男人。孙权亲眼目睹朱然惨死，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尖叫一声，连滚带爬的转身就想往城楼下逃。想跑晚了，你手臂猛地发力，将那柄还在滴血的大刀当作标枪，朝着孙权的后心狠狠掷出。大刀在空中急速旋转，带着撕裂一切的破风声呼啸而去。孙权听到身后的异响，吓得魂飞魄散，求生的本能让他慌乱拔出腰间象征身份的佩剑，胡乱向后一挡。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长刀被磕飞，深深钉入远处的城楼立柱，刀柄兀自嗡嗡作响。孙权则被那无匹的巨力震得双臂发麻，佩剑脱手飞出，整个人连连后退，最后一屁股狼狈地坐在地上。这一幕太过震撼，所有拼死冲上来的江东护卫都看到了他们一向威严的君主，此刻如同丧家之犬般瘫倒在地的模样。所有人的动作都出现了一瞬间的失神。就是现在！风公子！你一声低喝，赤手空拳猛地登地，整个人如出膛炮弹般朝着孙权直冲过去。刘封瞬间心领神会，他手中长剑不再沉稳防御，而是化作一片泼洒的剑锋，光芒闪烁间，将所有试图上前阻拦的护卫尽数逼退一步。仅仅一步的距离，却为你创造出了绝杀的机会。你一步跨到孙权面前，不等他从地上爬起，便抬起一脚狠狠踹在他胸口，将他再次踹翻在地。你反手拔出腰间佩剑，冰冷刺骨的剑锋没有丝毫犹豫，瞬间抵在了孙权的脖子上。时间仿佛静止了，整个江陵城楼乃至城下，震天的喊杀声在这一刻诡异的安静下来。所有还在浴血搏杀的江东将士，无论在城楼、城墙下，还是已冲入城内巷战的士兵，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动作。他们看到了那让他们肝胆俱裂、信念崩塌的一幕。他们的主公，江东6郡之主，那个闭眼自然的男人，此刻正被一把冰冷的长剑死死抵住喉咙。你一把揪住孙权那引以为傲的紫色胡须，强行将他的头提起来，面向全城所有人，运足丹田之气，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咆哮，盖过了世间所有声响。江东孙权已被我魏延生擒，尔等还不速速弃械投降！这一声吼如神罚天雷，狠狠劈在每一个江东军士的心头。哐当哐当哐当，兵器掉落在地的声音此起彼伏。城内所有还在抵抗的江东军，他们的斗志，他们的信念，在这一刻被这声宣告彻底击碎，轰然崩塌。你看着手中面如土色、浑身抖如筛糠的孙权，脸上露出一抹极尽轻蔑的笑容，冷声质问：背信弃义的狗贼，现在告诉我，你这身子毛还有你这条命，加起来值几个荆州？话音刚落，你一把将抖成一团的孙权提了起来，那柄还沾着朱然鲜血的大刀依旧死死抵住他的喉咙，寒光射人。来人，将这闭眼小儿绑了，打入大牢，等候汉中王发落。你冷喝一声，语气不容置喙：大胆庶子，吾乃天子亲封吴侯，尔怎敢放肆？孙权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声音却因恐惧发颤，毫无半分君主威严。你身后的刘封立刻会意，几步上前，从一名降兵身上扯下绳索，3下5除2便将这位昔日的江东之主捆得结结实实，又顺手堵上他的嘴，像拖一条死狗般压了下去。江陵大局已定，你环视四周，那些方才还拼死护主的江东兵，此刻尽数扔了兵器，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止不住的发抖。你迈步走到城墙边，望着下方已然基本平息的战士，中气十足的开始发号施令：关将军，关某在。城下浑身浴血的关羽刚一刀劈翻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江东兵，声如洪钟的回应，青龙偃月刀上的血珠顺着刀刃滴落。南门交由你镇守，任何人敢擅闯，格杀勿论。关某得令，刘封末将在。刚押完孙权返回的刘封立刻挺身而出，神色坚毅：你率2000人镇守北门，务必保证城防万无一失。诺。关平末将在。关平脸上依旧是那副冷静到可怕的模样，他率领的部队早已控制城内各处要道，军纪严整。你立刻率本部兵马巡视全城，肃清残敌，收缴兵甲，稳定秩序，但有反抗者，就地正法。遵命。一条条命令清晰果决地传达下去。跪在地上的降兵们听着这不容置喙的指令，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熄灭。这个浑身浴血的杀神，脑子竟如此清楚，部署更是滴水不漏。你没理会那些降兵，径直走向城内府库，一脚踹开厚重的大门。入眼的一幕，即便你见惯了现代社会的物资丰饶，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粮草，堆积如山的粮草，一袋袋军粮码放得整整齐齐，几乎顶到仓库天花板。旁边的兵甲库里，崭新的铠甲，锋利的长矛，数不清的弓弩箭矢琳琅满目，尽是江东精锐军备。这下发财了，这才是真正的头等大奖。有了这些物资，你们这8000孤军便不再是无根浮萍，
有了坚守的资本，更有了与整个江东集团叫板的底气。你当即下令将所有降兵打散，由荆州老兵看管，重新整编成府兵，命他们搬运尸体，加固城防。你很清楚，活捉孙权绝非终极胜利，反而捅了天大的马蜂窝。散布在荆州各地的江东军，一旦得知主公被擒，必然会不计代价疯狂反扑。尤其是坐镇夷陵的陆逊，绝对是心腹大患。就在你巡视新构筑的防线时，城中一处街角突然传来震天怒骂，中气十足，满是无尽的愤怒与怨毒。是关羽！你眉头一皱，立刻带着一队亲兵赶了过去。只见一处宽阔府邸门前，关羽手持青龙偃月刀，凤目圆睁，长髯倒竖，整个人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他面前2个衣着华丽的将领涕泪横流地跪着，拼命磕头求饶：“二爷，关二爷饶命啊！我们也是一时糊涂，是吕蒙妖言惑众，我们是被逼的。看在主公的份上，饶我们一次吧。”你定睛一看，脑中原主的记忆瞬间涌来，糜芳、傅士仁，就是这2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一个陷了南郡，一个降了公安，才导致关羽后路被断，腹背受敌，最终兵败麦城，堪称荆州丢失的头号罪人。一股难以遏制的厌恶涌上心头。主公，尔等辈主求荣之辈，也配提我大哥名号？关羽的怒火已然至顶点，青龙偃月刀高高举起，刀刃在阳光下反射出森冷寒光。我关某待尔等不薄，大哥更是将一郡重任托付，尔等竟敢献城投降，致使数万将士家破人亡。今日我便用尔等狗头祭奠荆州死难英灵！不要啊！二爷饶命！魏将军，魏将军救我！糜芳和傅士仁瞥见赶来的你，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朝你磕头。周围的荆州将士们个个手按刀柄，用杀人般的目光盯着这2个叛徒，齐声高呼：“斩了他们！必须斩了这2个狗贼！”这不仅是关羽的愤怒，更是全体荆州将士的怒火。你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救他们简直是笑话。这2人留着便是祸害，谁能保证日后不再背叛？如今杀了他们祭旗，正好能彻底引爆将士士气。你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侧身让开半个身位，这个动作便是最明确的信号。关羽见状，不再有丝毫犹豫，暴喝一声：“给我死！”青龙偃月刀化作一道青色闪电，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悍然落下。噗嗤，2颗头颅应声飞起，在空中划过血色弧线，重重落地，脸上还凝固着惊恐与不幸。好，杀得好！周围将士们积压的恶气一扫而空，振臂高呼，声震云霄。江陵守军的士气在这一刻被推向巅峰。此时的夷陵中，江陵陷落，孙权被擒的消息如最猛烈的瘟疫般飞速传播。当第一个衣衫褴褛、神情惶恐的溃兵将噩耗带到夷陵大营时，正在部署防务，准备迎战刘备主力的陆逊，手中温润的茶杯啪的一声轰然落地，茶水与碎片溅了他一身。他那张素来挂着温和笑容的脸，血色瞬间褪尽，一片煞白。这不可能！陆逊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失态的尖锐。江陵城高池深，有朱然重兵把守，更有吴侯亲自坐镇，区区一支疲惫之师，如何能破城？可理智的反驳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很快，第2个、第3个，成百上千的溃兵如潮水般涌入夷陵，每个人带来的消息都如出一辙，是诈降。他们是刘备的军队，关羽没被抓，他跟魏延是一伙的。吴侯被魏延活捉了。陆逊听着这些混乱的报告，身体微微晃动，眼中最初的惊骇与不幸，迅速被冰冷刺骨的杀意与焚尽一切的决然取代。在场诸将看着他阴沉的快要滴出水的脸，个个噤若寒蝉。将军，为今之计，当固守夷陵，扼守蜀道，同时速派人回吴郡，请主母和世子定夺。一名老将壮着胆子劝谏。定夺！陆逊缓缓转身，原本温润的眸子凝结着万年寒冰。主公陷于敌手，生死未卜，每单的一息都是将主公推向鬼门关。此刻还谈什么固守？等什么吴郡定夺？他猛地拔出佩剑，一剑将面前暗机劈成2半。木屑纷飞中，他发出赌上一切的咆哮：“传我将令，全军集结，放弃所有辎重，轻装简行，目标江陵，不救出主公，我陆逊誓不为人。”另一边，此时的汉中王府里，刘备与诸葛亮相对而坐，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荆州失陷，关羽兵败，魏延叛逃，一连串噩耗几乎将这位半生戎马的汉中王击垮。就在此时，一名浑身是伤、甲胄破烂的信使连滚带爬冲进大殿，正是廖化。启禀大王，军师！廖化扑倒在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怀中掏出一封被鲜血浸透的绢布，高高举起。荆州战局已逆转，魏将军他没有反，他斩了吕蒙，定了奇计，已与关将军合兵一处，奇袭江陵去了。你说什么？刘备猛地站起身，身形都有些不稳。一旁的诸葛亮早已箭步上前，从廖化手中抢过书信。他展开绢布，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与关羽的私印，再联想到夜观天象时东南方将星未落，西方将星冲霄的意象，一瞬间，所有情报与疑点尽数串联。诸葛亮一直云淡风轻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羽扇都快要被捏碎。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他难掩震撼与狂喜，猛地转身对刘备一一到底：“大王，是臣错怪魏文长了。他非但未反，反而立了泼天奇功。他不是逃跑，
是在为我军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啊！诚恳请大王立刻发兵，尽起西川之兵，驰援江陵。此战乃我大汉兴复之机。刘备早已抢过书信，看清内容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云长无恙，文长中用，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他抹去泪水，扶起诸葛亮，用力拍着他的肩膀：“孔明啊，这次可是你看走眼了。”刘备仰天长啸，胸中郁结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豪情与战意。他抽出佩剑，直指东方，声如洪钟，立刻传孤将令，命张飞为先锋，法正为军师，孤自引大军在后亲征江陵。江陵城头的风裹挟着肃杀之气扑面而来，你站在城墙后，手掌按在冰冷的城砖上，目光眺望着远方苍茫的天际。就在这时，一名探马连滚带爬地冲上城楼，脸色惨白，声音带着颤音禀报：“报，启禀魏将军，江东陆逊大军已至江陵城外30里，正在安营扎寨。”陆逊这2个字如千斤巨石，压得周遭空气都凝固了几分。你的眼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诸葛亮、司马懿，再加上这个陆逊，这可是汉末三国智谋金字塔顶端的3个人。此人性格冷静坚韧，论起阴损狠辣，甚至比你还要更胜一筹，绝对是你生平未遇的劲敌。有意思的是，他并未急于攻城，反而在30里外慢悠悠的安营扎寨，挖掘沟壑，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架势。你心中了然，孙权这条命果然是套在陆逊头上的紧箍咒，让他投鼠忌器，不敢有丝毫行差踏错。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果然是陆逊的风格。你沉声开口，声音穿透风声，传入身旁亲兵耳中。他是想先困死我们，等江东老家的援军到齐，再把我们连锅端了。城楼的议事厅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关羽丹凤眼微眯，一手抚着长髯，脸上不见半分惧色，但眉宇间的凝重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刘封坐立不安，手掌不停地在刀柄上摩擦，显露出内心的焦躁。唯有关平依旧抱着手臂立在角落，神色平静地听着，仿佛周遭的压力与他无关。陆逊此人最擅长的便是隐忍。你走到简陋的沙盘前，手指重重地点在陆逊大营所在的位置。他明面上围城，摆出一副君子做派，暗地里必定会用尽各种阴损招数，火攻、挖地道、派奸细，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的。哼，不过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的伎俩。关羽冷哼一声，傲气不减当年。江陵城高池深，粮草充足，他若敢来，关某便让他知道什么叫铜墙铁壁。二将军所言极是。你没有反驳关羽的傲气，反而顺着他的话往下说。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话音落，你立刻开始发号施令，传令下去，在城墙内侧备足沙土、水缸，每一段城墙都派专人负责，严防火攻。另外，抽调2000降兵，在城内各处，尤其是靠近城墙的地方，3步一坑，5步一井，给我往下深掘。再派老兵日夜监听地面动静，稍有异响，立刻上报。我倒要看看他陆逊的地道能挖到哪里去。一条条命令有条不紊地下达。刘封和关平不敢耽搁，立刻领命而去。议事厅内只剩下你和关羽2人，防御工事已然安排妥当，但你心中的躁动却愈发强烈。被动挨打从来不是你的风格。你抬起头，直视着关羽的眼睛，沉声道：“二将军，我们就这样死守城池，绝非长久之计。”关羽闻言，凤目一挑，语气带着几分探寻：“哦，那文长有何高见？”陆逊如今立足未稳，主帅被擒的消息必定让他麾下军心浮动。你眼中闪烁着狼一般的光芒，语气笃定：“我们必须主动出击，给他一个下马威。”文长莫不是想夜袭？关羽瞬间洞悉了你的想法，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没错，就是夜袭。你重重颔首，我们不求杀伤多少敌军，也不求烧毁多少粮草，只求告诉他陆逊，这江陵城不是他想围就能围死的困局。我们不是笼子里的困兽，而是随时能咬断他喉咙的猛虎。”这番话恰好说到了关羽的心坎里。他一生征战四方，何曾受过被人围困的屈辱？当即猛地一拍大腿，长身而起：“好，就依你所言，我亲自带队去会会他陆逊。”二将军不可！你立刻上前拦住他。您是全军主心骨，江陵城离不开您。再说杀鸡焉用牛刀，这种偷营摸寨的活交给我这个晚辈就行了。文长，你一人前去，我不放心。关羽眉头微皱，语气带着关切：“我带上刘封和关平。”你咧嘴一笑，语气带着十足的信心：“有他们2人相助，二将军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关羽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如此甚好，某便给你3000轻骑，切记不可恋战，一击即走。”魏延得令。是夜，月黑风高，正是偷袭的绝佳时机。3000名精锐的荆州轻骑，马蹄裹上后部，将士们衔枚疾走，悄无声息地溜出了江陵北门。你一马当先，刘封和关平分列左右，3000人的队伍在夜色中如同一道无声的鬼影，朝着30里外的江东大营疾驰而去。一路之上出奇的顺利，连个像样的巡逻哨兵都未曾遇到。可就在离陆逊大营还有5里地时，你心中突然警铃大作，猛地勒住马缰，抬手示意全军停止前进。这敌营太过安静了，安静的不正常。整座大营除了几处零星的篝火，竟是一片死寂，连战马的嘶鸣、士卒的咳嗽声都听不到半点。你心头一沉，这特么是个空营，特么的，我们中计了，撤，快撤！你的头皮瞬间炸开，没有半分犹豫，立刻发出撤退的命令。然而终究是晚了一步。就在你们调转马头的瞬间，
左右两侧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无数火把，轰隆隆的战鼓声震天动地，无数江东兵从埋伏好的沟壑中蜂拥而出，瞬间便将这3000轻骑包围得水泄不通。火光之下，一面绣着宋字的大旗迎风招展，为首一员大将，正是此前镇守当阳，被你用计骗开城门的宋谦。此刻他脸上再无半分谨慎，只剩下被愚弄后的滔天怒火与怨毒，目光如鹰隼般锁定了人群中的你，厉声咆哮：魏延，你这厚颜无耻的狗贼，竟敢假扮我军骗我放行！今日我宋谦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宋谦拍马舞刀，如同一头发狂的猛兽，直取你的面门。你心中暗骂一声，没想到陆逊竟把这个手下败将推出来当先锋，是想用仇恨激发士气啊！哼，来得好！你依然不惧，挺起手中大刀，迎了上去，双刀碰撞，火星四溅。宋谦的刀法大开大合，每一招都带着拼命的疯狂，而你却冷静到了极点，刀走偏锋，招招狠辣刁钻，专挑他的破绽下手。两人在乱军之中，转眼便斗了10余回合。宋谦越打越是心惊，他发现无论自己如何疯狂进攻，你都像一块滑不留手的滚刀肉，总能用最省力的方式化解攻势。就在他一刀劈空，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际，你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破绽，猛地侧身避开刀锋，手中大刀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自下而上，闪电般撩起，扑哧！宋谦只觉得脖子一凉，不可置信地低下头，看着一股滚烫的鲜血从脖腔中喷涌而出，视线渐渐模糊，重重地摔下战马。你一刀得手，看也不看坠落的尸体，对着已经陷入重围的刘封和关平大吼：封公子，关将军，跟我杀出去，不要乱！好！刘封大吼一声，长剑挥舞如飞，死死护住左翼。关平则依旧冷静，高声指挥着骑兵组成风使阵，朝着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狠狠凿去。喊杀声、惨叫声、兵刃碰撞声响彻整个夜空。荆州军以你为箭头，奋力突围。江东军虽人多势众，但主将宋谦被斩，指挥瞬间出现混乱。就在这混乱的间隙，你率领着残部，硬生生从包围圈中撕开一道血口，狼狈地冲了出去。远处的山坡之上，陆逊白衣胜雪，静静地伫立着，目光淡漠地看着山下那场惨烈的厮杀。他看着你斩杀宋谦，看着你冷静组织突围，最终带着残兵败将逃窜而去。那张温润如玉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唯有那双本该充满书卷气的眸子，此刻正散发着焚尽一切的滔天杀意。良久，他对着身旁的亲兵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传令下去，全军后撤10里，继续深沟高垒，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你领着成功突围的残兵，狼狈地涌入江陵城门，沉重的铁门在身后轰然关闭。巨响震的每一个劫后余生的荆州军士都身体一颤。城墙上火把的光芒映着一张张沾满血污与疲惫的脸，所有人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刚松下去，一股比死亡更沉重的失败感便如乌云般笼罩了整个城头。夜袭失败了，近500名跟着你们冲出去的精锐兄弟永远留在了城外那片黑暗的土地上。这是奇袭江陵以来你们遭遇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败仗。气氛凝重的能凝出水来，连风吹过城垛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沉闷。关羽早已伫立在城楼上等候，他看着浑身浴血，铠甲上还挂着敌军血肉的你，看着你身后士气低落的刘封和关平，那双威严的凤目中没有半分责备。他迈步上前，蒲扇般的大手重重拍在你的肩膀上，语气沉稳：文长，人回来就好。简单的一句话，却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力量。你扯了扯嘴角，想挤出一丝笑容，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的不听使唤，只能沉声道：请关将军降罪，是我大意了。中了陆逊的空城计，胜败乃兵家常事。关羽摆了摆手，扶着墙垛望向东方的黑暗，长髯在夜风中飘动，画风陡然一转。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心中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就在你们出城之后，东边又来了一支援军。关羽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如锤砸在众人心上。旌旗招展，连营10里，看旗号是江东的诸葛瑾。诸葛瑾，你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那是军师诸葛亮的亲哥哥，他的军事才能或许平平，但他的到来意味着江东朝堂高层已彻底达成共识，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陵，救出孙权。这不再是一场局部冲突，而是赌上整个江东集团国运的决战。第二天拂晓，天边的第一缕晨光刺破黑暗，照亮的却不是希望，而是无尽的绝望。站在城头远眺，江陵城外黑压压的大军如潮水般蔓延开来，将整座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军旗如林，刀枪如麦，杀气直冲云霄。陆逊与诸葛瑾已然合兵一处，完成了对江陵的4面合围，兵力部署清晰可见。陆逊亲率战将李毅主攻西门，正是你负责防守的方向。诸葛瑾坐镇东门，以猛将谢金为先锋，江东猛将周泰、蒋钦率部猛攻北门牵制刘封，南门则交给老将韩当与徐盛，正面硬汉关羽。整座江陵成了一座被铁桶阵困死的孤岛。陆逊没有给城中任何喘息的机会。此时震天动地的战鼓声从4面8方同时响起，如同催命的惊雷。无数工程车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被江东兵奋力推向城下。一架架高耸的云梯如怪兽的臂膀，密密麻麻地搭向江陵城墙。全军听令，攻城！陆逊冰冷的声音透过风声传来，化作吹响死亡的号角。惨烈的守城战瞬间爆发，滚石、雷木，给我砸！西门城头，你扯着嗓子大吼，
声音因连日苦战早已沙哑。面对陆逊的主力攻势，你压力最大。指挥士兵们将一块块磨盘大的滚石合力推下城墙，砸在工程车上，发出轰然巨响，木屑纷飞，一根根核爆粗的雷幕呼啸而下，将刚刚攀上云梯的江东兵砸得脑浆迸裂，惨叫着坠落。金志道，你再次下令。一锅锅烧得滚沸的粪尿被士兵们倾泻而下，烫得下方的敌军皮开肉绽，发出不似人声的哀嚎。攻城的势头稍稍一滞，可陆逊的指挥堪称艺术，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时而猛攻西门一点，时而下令四面开花，虚实结合的战术让你手下的兵力捉襟见肘，只能疲于奔命的在城墙上往返驰援。兄弟们，给我顶住！北门方向传来刘峰的咆哮，他手中长剑翻飞，将一名刚跳上城垛的江东校尉捅了个对穿，又一脚将尸体踹下城墙。可更多的敌军仍像潮水般涌来。东门的关平依旧冷静，高声指挥着弓箭手三段射放，箭雨如簧泼洒而下，将冲锋的敌军成片射倒，暂时稳住了防线。南门的压力同样巨大，关羽已亲自提刀上阵，眼看几名江东汉族顶着箭雨，踩着同伴的尸体攀上城头。关羽凤目圆睁，浑身散发出恐怖的杀气，怒喝一声：“一群江东鼠辈，也敢犯我江界！”话音落，他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动了，沉重的刀身划破空气，带起沉闷的破风声。青色刀光一闪而逝，冲在最前面的敌将眼中只看到一片青光急速放大，下一秒便天旋地转。青龙偃月刀直接将他连人带甲从头到脚劈成两半，鲜血溅了关羽一身，他却毫不在意，反手一刀横扫。另外两名刚跳上城墙的江东兵瞬间被拦腰斩断，上半身在空中划过凄惨的弧线，下半身颓然倒地。杀！关羽的怒吼震彻城头，暂时稳定住了南门的战线。血战从清晨持续到黄昏，江东军的尸体在城下堆积如山，几乎要将护城河填平。可后续的士兵仍源源不断的冲锋，仿佛永远杀不完。而荆州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城墙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伤兵的哀嚎声此起彼伏，闻之令人心碎。这样的血战一连持续了3天，江陵城依旧牢牢握在你们手中，但城中最初的8000将士已有近1000人永远倒下，活着的人也个个带伤，疲惫不堪。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消耗战，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夜幕再次降临，江东军的攻势终于稍缓，但所有人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明天的攻势只会更加猛烈。你不敢耽搁，立刻派出5名最精锐的斥候，让他们趁着夜色从5个不同的方向突围，这是最后的希望，必须将江陵的困境告知远在西川的汉中王，请求援军。然而希望很快就被绝望吞噬，不到1个时辰，城外便传来凄厉的惨叫，紧接着是江东军得胜的欢呼。片刻后，5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江东军用投石车扔进了城内，滚落在石板路上，正是你派出的斥候，无一生还。陆逊的封锁密不透风，连一丝求救的机会都不给你们留下，求援无望，外有强敌，内有伤兵，一股名为绝境的气息开始在城中蔓延，江陵守军的士气不可避免地滑落下去。府衙的议事厅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关羽坐在主位，左臂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白天守城时被流矢所伤。他抚着长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刘封烦躁地来回踱步，甲胄碰撞发出哗啦的声响，打破了死寂。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刘封猛地停下脚步，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江东军跟疯了一样，根本杀不完，今天又伤亡了300多兄弟，城里的伤药都快不够用了。角落里一直沉默的关平终于开口，他那张素来冷静的脸上也多了一丝凝重：父亲，魏将军，我算过了，照今天这个消耗速度，我们城中的兵力最多再撑10天，10天之后不用他们强攻，我们自己就守不住了。10天这2个字如同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每个人的心理防线。这是一个死亡倒计时，清晰而残酷。议事厅内彻底安静下来，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从始至终都盯着沙盘的你，这个曾一手策划诈降斩将奇谋，一战生擒江东之主的男人，曾为他们创造了奇迹。可现在面对这十死无生的绝境，你还有办法吗？你脸上没有众人那样的绝望，也没有故作镇定的从容，你就那么站着，看着沙盘上敌我分明的棋子，一动不动。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议事厅内充斥着森寒般的氛围。终于，你动了，你伸出手，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一把将沙盘上所有代表着己方部队的红色小旗全部推翻，旗子凌乱地倒在象征江陵城的模型上，一片狼藉。诸位，你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众人紧绷的神经上。我们继续死守城池，就是在等死。敌众我寡，拼消耗我们必败无疑。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换个打法。一直沉默的关平抬起了头，他那冷静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丝探究，沉声问道：一位将军之见，我们该如何打？你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沙盘边缘，整个人散发出一股近乎疯狂的压迫感。你抬起头，扫视了一圈众人，一字一顿的从牙缝里挤出了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却组合成了一段让满座宿将都茫然不解的天书。关羽、刘封，还有厅内几位荆州的老将，全都面面相觑。什么叫敌进我退？难道要放弃城墙，
任由敌人进来。什么叫敌退我追？现在被围得和铁桶一样，怎么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将，是跟随刘备多年的宿将，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对着你拱了拱手，满脸困惑地问道：“魏将军，恕末将愚钝，这是何意？敌进我退，岂不是怯战避敌，将城池拱手让人？敌退我追，我军兵力远逊于敌，稍有不慎，便会中了埋伏，此乃兵家大忌啊！”刘封也皱起了眉头，大步走到沙盘前：“文长将军，你这打法听起来太过猥琐，东躲西藏，骚扰偷袭，不似我大汉正规军所为，恐怕有损我军威名。”威名？你冷笑一声，直起身子反问刘封：“封公子，那我问你，江陵城破人亡的时候，你说的威名能当饭吃吗？你说的威名能让咱们战死的兄弟们活过来吗？”刘封被这两句话问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个字。你不再理他，伸出手指，重重地点在沙盘上那一片片代表江东大营的模型上。诸位看好了，我说的敌进我退，不是让你们放弃城墙，而是指他们用人命来填疯狂攻城的时候，我们就守，但绝不死踢，把滚石雷木都用上，把弓箭都给我省着点用，用最小的代价守住城头，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等到他们攻势暂缓，退回去休整。嘿，那就到了我们表演的时候了。你脸上浮现出一抹让人生寒的笑容，这就叫敌驻我扰。他们想安营扎寨，想埋锅造饭，想睡个安稳觉。没门！我会亲自挑选最精锐的骑兵，分成10几支小队，白天晚上轮番上阵，不求杀敌，只为骚扰。我们就跑到他们营外，擂鼓、呐喊、放火箭、吹号角。他陆逊不是兵多吗？我就让他那几万大军跟着我们的鼓点，日夜不得安宁，让他们吃饭的时候怕我们冲营，睡觉的时候怕我们摸哨。不出3天，我让他全军上下都变成一群红着眼睛的疯狗。这番话说的一时厅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你描绘的这幅无赖至极的画面给惊呆了。这仗还能这么打？你没有停，手指在沙盘上快速移动，仿佛已经化身为那支纠缠不休的鬼魅骑兵。等到他们被我们骚扰的精疲力尽，士气低落，防备松懈的时候，机会就来了。这就是敌疲我打。到那时，我们集结城中所有还能动的骑兵和精锐部族，像一头饿了3天的猛虎，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城门冲出去，猛攻其一步，只打一个点。记住，打穿了，打散了，立马就跑，抢了东西就跑，烧了帐篷就跑，砍了人头也跑，绝不恋战。等他陆逊反应过来，调集大军来围剿我们的时候，我们早就回到城里，关上门喝庆功酒了。最后，你的手指重重敲在沙盘通往江东的道路上。敌退我追，陆逊是聪明人，他被我们这么折腾，迟早会撑不住。他若想后撤重整，或者分兵去别处，那我们就跟在他屁股后面，像一群永远也喂不饱的饿狼。他走一步，我们咬一口；他停下来，我们就跑，让他撤都撤不安稳，退都退不舒坦。一番话说完，整个议事厅落针可闻，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刘封张大了嘴巴，想反驳，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的这套战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无耻，他猥琐，完全抛弃了所谓大将风度、王师气概，但他够狠，他够毒，他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匕首，招招都对准了陆逊大军人多势众这个最大优势，同时也是最大弱点。一直紧闭双目的关羽，此刻终于睁开了那双凤目，他没有看你，而是死死盯着那张沙盘，蒲扇般的大手下意识地抚摸着长髯，长髯在手指间微微颤抖。他戎马一生，光明磊落，最是瞧不起这种鸡鸣狗盗般的伎俩，可他同样身经百战，怎会听不出这套看似杂乱无章的战法中蕴含着怎样刁钻、狠辣，却又直指战争本质的恐怖逻辑？这套战法将以小博大，以弱胜强8个字的精髓发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陆逊兵多粮草消耗就大，被骚扰起来反应就慢。陆逊能忍，就让他忍无可忍，让他手下的士兵先疯掉。这根本不是两军对垒，是要把陆逊几万大军活活拖死、耗死、逼疯。良久，关羽猛地一拍桌子，豁然长身而起。他那张因连日血战而略显憔悴的脸上，重新燃起了滔天战意与光彩。好，就依文长所言，我关某戎马一生，还从未打过如此窝囊又如此解气的仗。他提起墙边的青龙偃月刀，重重往地上一顿，整个大厅都为之一震。我倒要看看他陆逊如何应对。关将军既然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你没有给任何人反悔的余地，猛地一挥手，直接开始发号施令。刘封、关平、末将在，两人同时出列，身姿挺拔，语气铿锵。你们立刻去军中给我挑300个骑术最好、胆子最大、下手最狠的荆州老兵。记住，只要老兵，你的命令斩钉截铁，没有半分拖沓。装备全部换成轻甲，武器只要马刀和短弓。今晚我们就给陆逊送上一份大礼。刘封听得热血沸腾，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却又带着一丝不解。文长将军，300人是不是太少了？够干什么的？人多了动静大，跑不快。角落里的关平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那冷静的脸上此刻也浮现出一抹难以抑制的战意。我们的目的不是决战，而是骚扰。没错，你赞许地看了关平一眼，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要像黑夜里的鬼影子，来无影去无踪，让他看得见，摸不着，打不到，防不住。很快，300名精锐老兵便集结完毕，
整齐地站在你面前。你迈步走到他们跟前，目光从每一张饱经风霜却依旧坚毅的脸上扫过，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让人心悸的寒意。从今天起，你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鬼影旗。你亲自为这支部队命名，并亲自担任统领，刘峰和关平则为副手。这个带着阴冷气息的名字，让在场的所有士兵都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却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悍勇之火。当天夜里，江东大营在经过一整天疯狂的猛攻后，终于偃旗息鼓，进入了短暂的休整期。有了前次被你夜袭的教训，陆逊特意下令各营寨之间互为犄角，巡逻队加倍，防备的如同铁桶一般。此时月色被乌云遮蔽，天地间陷入一片浓稠的黑暗。正是夜最深沉的时候，江陵北门在吱嘎声中悄无声息地开了一道缝，300名鬼影骑马蹄裹着厚厚的棉布，人人嘴里衔着一枚木条，如同一股黑色的溪流，悄然无声地溜出了城。你一马当先，刘峰和关平一左一右，紧紧跟随。你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傻乎乎地直冲敌军主营，而是在你的带领下，绕了一个巨大的弧线，朝着东方前行。文长，我们这是去哪？刘峰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用气音在问，生怕惊动了沿途的巡逻兵。东面。你的回答同样简洁，诸葛瑾的大营方向。刘峰心中一惊，诸葛瑾虽然名声在外，但带兵打仗的能力远不如陆逊和周泰，可他的营地同样兵力雄厚，戒备森严，300人去冲击他的大营，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你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低声解释：我们不打他的营，我们烧他的粮。说着，你用马鞭遥遥一指远处黑暗中的一个模糊轮廓，那里是江东军的一处后勤转运点。为了方便从后方运送物资，特意设立在诸葛瑾大营的外围，因为觉得有主营在侧，这里的防备反而是整个江东大营最松懈的地方。顺着你指的方向望去，一堆堆码放的如同小山般的粮草，就在夜色中静静地躺着，毫无防备。鬼影旗在距离粮草堆还有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你抬起手，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没有喊杀，没有冲锋。300名鬼影旗整齐划一地取下背上的短弓，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顶端缠着浸油麻布的特制箭矢，点火。士兵们从怀中掏出火折子，小心翼翼地凑到箭头上，瞬间300个小小的火头在黑暗中亮起，如同夜空中闪烁的鬼火，诡异而致命。放！你的手猛地挥下，咻咻咻，刺耳的破空声划破了死寂的夜。300支火箭拖着长长的焰尾，如同流星雨一般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无比地落入了那堆积如山的粮草堆里。干燥的粮草遇到烈火，瞬间便被点燃，火苗子猛地窜起数丈高，借着夜风，火势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蔓延开来。眨眼之间，整个粮草转运点就化作了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火光冲天，照亮了半边夜空。不好，走水了！敌袭，有敌袭啊！负责守卫的江东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呼喊声、叫喊声瞬间响起，整个营地乱成了一锅粥。你看都没看那冲天的火光一眼，目的已然达成，撤！你冷静地吐出一个字，调转马头，没有半分停留。300骑兵来得快，去得更快，在江东军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便已重新融入了无边的黑暗，仿佛从未出现过。东营的大火惊动了四面八方的江东大营，陆逊中军大帐内，他刚刚合衣躺下，就被清兵急促的叫喊声惊醒。报，将军，东营方向火光冲天，疑遭敌军劫营。帐内的周泰、蒋钦等猛将闻言，个个翻身而起，抓起兵器就要往外冲。将军，末将愿领兵前往支援。周泰急不可耐地请命，眼中满是怒火。陆逊披上外衣，快步走出大帐。他看着东方那片将半个夜空都映红的火光，那张素来温润的脸上血色瞬间褪去，一片冰冷。不必去了。他缓缓开口，声音平静的可怕。将军，这是为何？诸葛将军那边，蒋钦不解地问道，语气中带着焦急。这不是劫营。陆逊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这是挑衅，是骚扰。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魏延放弃了硬碰硬，开始用这种无赖的手段来对付他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派去打探的斥候便飞马回报：启禀陆将军，东营外粮草转运点被烧，诸葛将军已派人扑救，来袭敌军约300骑，一击即走。我军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摸到，混账！周泰气得一拳砸在旁边的木桩上，木桩瞬间裂开一道缝隙。这魏延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有胆子就出来真刀真枪的干一场。陆逊没有理会周泰的暴怒，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片逐渐暗淡下去的火光，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尊冰雕。他清楚，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今晚是烧粮，那明晚呢？后天呢？他几万大军难道要被这区区300骑兵搅得夜夜不得安宁吗？传我将令！陆逊的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喧嚣都安静了下来。各营加强戒备，任何营地遭遇骚扰，只需固守，不得擅自追击。违令者斩！另一边，成功返回江陵城中的你和鬼影旗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城墙上的荆州将士们亲眼看着你们冲入黑暗，又亲眼看着敌营燃起冲天大火，最后看着你们无一伤亡的凯旋而归，那种视觉冲击力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赢了，我们赢了！烧得好，烧死那帮江东狗贼！压抑了数日的阴霾与绝望，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兴奋。原来仗还能这么打，原来被围困在城里
也能把外面几万大军耍得团团转。关羽站在城楼上，看着士气大振的士兵，又看了看翻身下马一脸平静的你，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他迈步上前，蒲扇般的大手重重地拍在了你的肩膀上，语气铿锵：“文长，干得漂亮！鬼影旗的初次胜利，只是这场骚扰大业的序曲。你没有丝毫停歇，趁着城中高涨的士气，立刻将16字真言的战术全面铺开。300人还是太集中了。”你对着刘封和关平，手指在沙盘上画了3个圈，语气果决：“从现在起，鬼影旗一分为3，每队100人，我亲自带一队。封公子、关少将军，你们2人也各带一队。你目光扫过2人，继续部署。我们不要固定目标，也不要固定路线。东边放火，西边擂鼓。今天打他南营，明天就去北营外骂阵，让他怎么难受，我们就怎么来。”刘封一听，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拍着胸脯大声保证：“文长将军放心，我保证把他们搅得天翻地覆，让江东狗贼睡不安稳，吃不下饭。”关平则要冷静得多，他俯身仔细研究着沙盘上江东大营的布局，眉头微蹙，提出了关键问题：“文长将军，这分兵之后，兵力更显单薄，我们若是遭遇陆逊的主力围剿，又如何是好？那就跑。”你的回答简单粗暴，却透着直击要害的清醒。记住，我们的腿比他们长，马比他们快，打不过就跑，跑掉了再回来打，绝不和他们硬拼。我们的命可比他们金贵多了。关羽在一旁抚着长髯，看着你们3个年轻人身上蓬勃的战意与清晰的思路，最终重重点头，语气沉稳如泰山：“江陵城中防御事务由我关某坐镇，你们尽管放手去做。”江东大营的噩梦自此正式拉开帷幕。白天，江东军依旧要顶着巨大的伤亡，疯狂地攻打江陵。城墙上的守军在关羽的指挥下，防守的滴水不漏，依托城防优势，让江东军前进1寸都难如登天。可一到晚上，真正的噩梦就降临了。戌时刚过，正准备埋锅造饭的江东军东营，士兵们刚架起铁锅，燃起柴火，突然从黑暗中射来一波密集的冷箭，咻咻咻的破空声猝不及防，几十名正在忙活的江东兵应声倒地，滚烫的米汤溅了一地，惨叫声瞬间响起。等东营守军反应过来，组织人手冲出去追击时，外面早已空无一人，只剩下地上的尸体和散落的箭矢，昭示着袭击者的来过。亥时，负责主攻西门的西营刚刚熄了灯火，士兵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准备歇息，可营外几百步远的地方，却突然响起了震天的战鼓声和喊杀声，无数只火把在黑夜里晃动，光影交错间，仿佛有千军万马即将倾巢而出。陆逊亲自调兵遣将，全军严阵以待，紧绷着神经戒备了半个时辰。结果鼓声突然一停，火把瞬间熄灭，夜色重新恢复死寂，连个鬼影子都没见到。折腾了半天，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惊。此时，南门外的周泰营中，巡逻兵突然发现营墙上多了几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士兵们警惕地打开一看，瞬间吓得魂飞魄散，里面竟是5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白天派出去打探江陵城内消息的斥候。恐惧如瘟一般在营中蔓延，士兵们看着那几颗死不瞑目的头颅，浑身发冷。你麾下的3支鬼影旗，就像3只无孔不入的鬼魅，从不正面交锋，打了就跑，滑得像泥鳅一样抓不住。江东军派大军去追，他们仗着马快，转瞬就消失在夜色里，想设下埋伏引诱他们上钩，可他们偏偏不往口袋里钻，反而专挑防备最薄弱、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下手，每次都能精准戳中痛处。最恐怖的是第3天夜里，半夜时分，无数江东士兵被同伴的惊呼声吵醒，纷纷走出营帐查看。这一眼成了他们永生难忘的噩梦。漆黑的夜空中竟升起了上百个明亮的光点，那些光点悠悠飘荡，在风中轻轻摇曳，像一只只冰冷的鬼眼，俯瞰着整座江东大营。借着火光仔细看去，每个发光的东西上赫然画着一张张扭曲狰狞的鬼脸。鬼是鬼啊！一名士兵吓得瘫坐在地，声音发颤：“荆州军会使妖术，他们召来了阴兵。”越来越多的士兵陷入恐慌，议论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军中本就盛行鬼神之说，这突如其来的鬼脸灯火彻底击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士兵们晚上根本不敢合眼，哪怕是上茅房，都要3、5成群结伴而行，生怕草丛里突然钻出个提刀的荆州兵。江东军的士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落千丈。白天攻城时，士兵们个个无精打采，哈欠连天，精神萎靡到了极点，还没爬上云梯，腿就先软了半截。猛将周泰气得哇哇大叫，几次不顾陆逊不得擅自追击的军令，率兵冲出大营追击，结果每次都被耍得团团转，要么扑了个空，要么一头扎进你事先挖好的陷马坑里，折损了不少人手，只能狼狈而归。陆逊的中军大帐内，这位一向温润如玉、从容不迫的儒将，此刻双眼布满了红丝，下巴上也冒出了青灰的胡茬。他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面前的沙盘上插满了各种颜色的小旗，密密麻麻全是他推演的你麾下鬼影旗的骚扰路线。可你的打法毫无规律，毫无章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想到哪打到哪，让他所有精心的布置都落了空。伯言，诸葛瑾一脸忧色的快步走进大帐，语气中满是焦灼。如此下去不行啊，将士们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军心浮动，再这样下去，不等攻破江陵城池，我军就要先自行崩溃了。他指着帐外那些神情惶恐、无精打采的士兵，咬牙道：“
这魏延的打法闻所未闻，简直无赖至极。陆逊一拳重重砸在案几上，实木的案几瞬间裂开一道缝隙。这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失态，他压着嗓子低吼，声音里满是压抑的怒火与无力。子瑜，我当然清楚，他魏延这是在逼我放弃围城，逼我拉开阵势与他决战。他猛地抬起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眸子里全是痛苦与挣扎。可主公在他手上，我怎敢轻易决战？一旦有任何闪失，主公性命难保，我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你的战术阴损恶毒，却招招都打在了他的软肋上。他想稳扎稳打，用绝对的实力耗死江陵城，可你偏偏就不让他稳，非要把他的阵脚彻底搅乱。时机终于成熟了。这天下午，负责攻打江陵北门的江东将领蒋钦，正带着他那支连续被骚扰了3天3夜的部队，有气无力地进行着例行攻击。士兵们精神萎靡，动作迟缓，连挥舞兵器的力气都快没了。所谓的攻城，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喊起嗓子，射几支软绵绵的箭，毫无杀伤力可言。城楼上，你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你转头看向身旁同样观察着敌军动向的关平，语气笃定：关少将军，就是现在！轰！沉重的江陵北门毫无预兆的轰然大开。城门后，3000养精蓄锐多日的荆州生力军早已整装待发，个个精神抖擞，眼神锐利。杀！你一马当先，亲率关平以及这支精锐部队，如同出笼的猛虎，朝着下方松懈不堪的蒋钦军阵狠狠地冲了过去。敌袭！蒋钦大惊失色，他做梦也想不到，被围困多日的荆州军竟敢在白天主动出击。他仓促地想要组织防御，嘶声大喊着让士兵们列阵，可他手下的士卒早已是强弩之末，被连日的骚扰折腾得身心俱疲。面对如狼似虎冲来的荆州军，整个阵型瞬间乱作一团，一触即溃。蒋钦休走！魏延在此！你的吼声如同惊雷，穿透了混乱的喊杀声，让蒋钦浑身一颤。他扭头一看，只见你一马当先，手中大刀挥舞如飞，已经突破了层层阻碍，直取他的中军大旗。匹夫安敢欺我？蒋钦也是江东有名的猛将，此刻又惊又怒，怒吼一声，拍马舞刀迎了上来。两马相交，刀光剑影瞬间交织。蒋钦的刀法虽然勇猛，颇具章法，但连日的疲惫让他力不从心，招式之间已然露出破绽。而你却是精力充沛，养足了精神，手中大刀每一次挥舞都势大力沉，刀刀致命，完全占据了上风。两人交手不过20回合，你心中已有决断，你故意放缓攻势，刀法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凝滞，这是你刻意迈出去的破绽。蒋钦久战之下本就压力剧增，一剑有机可乘，哪里还会多想？他大喜过望，拼尽全身力气，一刀奋力劈下，却不料劈了个空。就在这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一瞬间，你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手中大刀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反撩而上。扑哧，利刃入肉的声音清晰可闻。蒋钦只觉得脖梗一凉，一股剧痛瞬间席卷全身，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见一股滚烫的鲜血从脖腔中喷射而出，视线渐渐模糊，重重地摔下战马，当场气绝。你一刀斩了蒋钦，看也不看他的尸体，高举大刀，对着溃散的江东军大吼一声：敌将已死，降者不杀！你率领着3000虎狼之师，在溃散的江东军中杀了个7进7出，如入无人之境。此战斩敌1000余，缴获了堆积如山的兵器、铠甲与粮草，战果辉煌。远处的陆逊得知北门遭袭，蒋钦被斩的消息后，又惊又怒，立刻调集大军匆匆赶来增援。可等他率领主力赶到北门时，你早已下令全军撤退，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和蒋钦的人头，顺利退回了江陵城。江陵北门再次紧紧关闭，将所有的愤怒与不甘都挡在了城外，只留下城外的陆逊看着紧闭的城门和地上江东军的尸体，目瞪口呆，愤怒到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可陆逊的愤怒还未平息，更沉重的打击便接踵而至。蒋钦被斩，齐部被歼的消息，连同他那颗死不瞑目的人头，被你下令用投石车送回了江东大营。当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咚的一声砸在中军大帐外的空地上时，整座江东营盘都陷入了死寂。前一刻还在叫嚣着要踏平江陵的江东士卒，此刻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瞬间发不出半点声音。蒋钦乃是江东宿将，战功赫赫，如今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对本就士气低落的江东军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恐慌如同挣脱了枷锁的瘟疫，以远超想象的速度在营中蔓延开来。士兵们脸上的桀骜被彻底取代，只剩下难以掩饰的惊惧。陆逊的中军大帐内，气氛凝重的能滴出水来。诸葛瑾的脸上再无半分平日的从容，他快步走到帐中，指着帐外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士兵，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焦灼：伯颜，不能再攻了！蒋钦被斩，北营大溃，将士们的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诸葛瑾的语气中满是急切与无奈，再这么强攻下去，不等破城，我们自己就要先乱了。到时候别说救主公，恐怕整个江东军都要葬送在这里。帐内的周泰、徐盛等一众江东猛将，个个脸色铁青，紧握着兵器的手青筋暴起，却一言不发。他们是久经沙场的悍将，从不畏惧死战。可魏延这种毫无章法、防不胜防的打法，却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憋屈与无力。你永远不知道敌人会从哪里冒出来，又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消失。庞大的军阵在对方眼里，竟成了处处漏风的筛子，
愚蠢笨拙的靶子。陆逊站在沙盘前，那张素来温润如玉的脸庞，此刻看不出任何情绪，仿佛一尊没有生气的冰雕。他缓缓伸出手，将沙盘上代表蒋钦所部的蓝色小旗轻轻拿起，然后毫不迟疑地扔到了一旁。这个简单的动作，却让帐内所有人的心脏都跟着狠狠一抽。这代表着蒋钦所部彻底覆灭，再无挽回的可能。良久，陆逊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带着一股决绝的寒气。传我将令，全军暂停攻城，转入河围，在营外继续深挖沟壑，高筑壁垒，将江陵城通往外界的所有水路、小道全部给我死死掐断，一丝缝隙都不能留。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内众人，语气冰冷如铁：我不攻了，我要活活饿死他们，困死他们。所有人都明白了陆逊的用意，强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魏延就像一根深深扎在肉里的毒刺，越是用力去拔，刺得越深，痛得越烈。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绝对的耐心和严密的封锁，耗尽江陵城内最后的1粒米，最后的一滴水，让这支顽抗的荆州军不战自溃。与江东大营的死气沉沉截然相反，江陵城内此刻彻底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当你率领着得胜之师，带着缴获的堆积如山的兵器铠甲，以及蒋钦那颗标志性的头颅返回城中时，整座城池都沸腾了。士兵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涌上街头，高声欢呼着，将你、关平等人团团围住，兴奋地把你们一次次举起，抛向空中。赢了，我们打赢了！魏将军威武，魏将军威武！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连日来被围困的压抑、绝望，在这一刻尽数释放。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是用最小的代价换来的最大战果。它像一道刺破黑暗的闪电，让所有人都从被动挨打的绝境中清晰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府衙之内，庆功宴早已摆开，大块的熟肉，大碗的烈酒，摆满了一张张桌案。刘峰喝得满脸通红，舌头都有些打卷，还不忘勾着一个百夫长的脖子，唾沫横飞地吹嘘着白天你斩蒋钦的威风。你是没看见，当时文长将军大吼一声蒋钦休走，然后就那么一刀，唰的一下，那蒋钦的脑袋就飞起来了，跟个烂瓜一样滚出去老远。周围的将士们听着，纷纷爆发出震天的叫好声。他们看向你的视线里，早已没了最初的生疏与敬畏，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狂热与崇拜。关平坐在一旁，虽然依旧保持着平日里的冷静，但那不停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的动作，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兴奋与激动。整个大厅里已成了绝对的中心，将领们排着队，一个个端着满满一碗酒走上前来敬酒，言语之间已然彻底将你当成了这支军队的主心骨。关羽坐在主位上，没有参与这场喧闹，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热闹的一幕，抚着长髯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一生征战四方，信奉的是堂堂正正的对决，千军万马列阵，冲锋陷阵，凭勇武定胜负。而你这种猥琐、狠辣却又偏偏无比高效的战法，彻底颠覆了他几十年来对战争的认知。他忽然明白，时代或许真的变了，战争早已不单单是勇武的比拼，更是智谋、人心与韧性的综合较量。眼前这个年轻人，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方式，在绝境中为这支军队硬生生杀出了一条生路。就在所有人的欢呼声达到顶点时，关羽缓缓站起了身，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如同巍峨的山岳，瞬间让整个喧闹的大厅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这位威震华夏的武圣身上。在全场将士的注视下，一向高傲自负、目下无尘的关羽，亲自端起一碗满满的烈酒，迈着沉稳的步伐，一步一步缓缓走到了你的面前。大厅内落针可闻，连众人的呼吸声都清晰可辨。文长，关羽的声音洪亮而真诚。此战之前，关某虽知你智勇双全，但说实话，心中仍有疑虑。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最初的轻视与不信任，语气中没有半分掩饰。今日，关某才知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关羽的目光中满是赞许与敬佩。你那16字真言，看似无赖，实则蕴含着用兵之神髓。以弱胜强，以奇制胜。关某心服口服。话音落下的瞬间，关羽做出了一个让全场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动作。他对着你这个名义上的副手，这个资历尚浅的晚辈，双手高高举起酒碗，然后深深的、郑重的弯腰躬身一揖。这一拜重如泰山。刘峰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关平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神中全是震惊与错愕。在场的所有将士都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未想过这位天下闻名、骄傲了一辈子的武圣，会向一个晚辈如此郑重的躬身行礼。这一拜代表着关羽彻底放下了自己所有的骄傲与自负，这一拜代表着他将全军的希望、将江陵城的命运都彻底寄托在了你的身上。自今日起，关羽直起身，丹凤眼中金光四射，他环视全场，用尽全身力气吼道：这江陵城所有兵马皆由文长一人调度，关某与全军将士为你马首是瞻。短暂的死寂之后，全场将士轰然响应，他们纷纷站起身，对着你的方向齐齐抱拳，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怒吼：愿为将军笑死，愿为将军笑死！怒吼声穿透了府衙的屋顶，响彻了整个江陵城的夜空，久久不散。这一刻，你在荆州军中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你不再是那个需要看关羽脸色的副将，也不是临时执掌兵权的指挥者，
而是这支绝境孤军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的统帅。你心中豪情万丈，快步上前一步，双手紧紧扶住关羽的手臂，语气恳切：“二将军言重了，我等皆为兴复汉室、光复天下而战。江陵能守住，这场胜利能拿下，是所有兄弟们用命换来的，绝非我一人之功。”你端起桌上的酒碗，与关羽手中的酒碗重重一碰，碗沿相击发出清脆的声响。两人对视一眼，皆一饮而尽。放下酒碗，你的目光越过欢呼的人群，望向城外陆逊大营所在的黑暗方向。那里虽然没有了连绵不绝的攻城鼓声，却弥漫着一股更加阴冷、更加致命的杀机。陆逊，你以为转入围困就能困死我魏延，困死江陵城吗？你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心中已然有了新的谋划。游戏才刚刚开始，你不只要守住江陵，还要让陆逊，让整个江东把吃下去的所有东西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你的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着，节奏沉稳而有力，心中已然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陆逊那绵延白领看似稳固，实则是江东军命脉的粮道。庆功宴的喧嚣还未彻底散去，空气中残留的酒肉香气似乎还在诉说着白天的胜利，但一股更加诡异的气氛已经从城外渗透进来，比江陵城的冬夜还要寒冷。江东大军没有退，他们非但没有因为主将被斩、先锋大溃而显露丝毫退意，反而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土木作业。城楼之上，关羽抚着长髯，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身边的刘封和关平同样一脸凝重地注视着城外的景象，火把连绵，将城外照得如同白昼。数万江东士族不再擂鼓攻城，而是像一群沉默的工蚁，挥动着铁锹和镐头，在江陵城外围疯狂地挖掘着。一道道更深、更宽的壕沟被挖出，挖出的泥土被堆砌成一道道更高的壁垒。他们竟是要在城外再造一座之城。文长将军，你说这陆逊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刘封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中满是困惑与不耐。他吃了这么大的亏，不思报复，反倒当起了缩头乌龟，这是被我们打怕了。关平摇了摇头，目光锐利地指着远处那些严整的营盘和森然的壁垒。他们不是怕了，他们的阵型非但没有收缩，反而向前压得更紧了。这是要长久围城之意。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魏延身上。你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片热火朝天的宫殿，看着那数万埋头苦干的身影，那张在庆功宴上还带着豪情的脸，此刻前所未有的凝重。你看懂了，陆逊这个可怕的对手，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立刻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再寻求速胜，不再与自己斗智斗勇，而是要用最笨也最狠的办法。他不是要攻城。你终于开口了，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寒气。他是要将我们活活埋在这里。这句话让刘封和关平倒抽一口凉气，关羽俯然的手也骤然停住，丹凤眼中闪过一丝金色，随即被更深的凝重取代。不等众人消化这个可怕的结论，一名斥候从城下飞奔上楼，甲胄歪斜，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慌：“报，关将军、魏将军，东门外的护城河水位在下降。”什么？众人大惊失色，立刻赶往东城墙。他们扶着墙垛向下望去，果然，原本宽阔的护城河水位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露出了底下乌黑粘稠的淤泥。一名负责城防的老校尉脸色惨白地跑了过来，单膝跪地：“关将军、魏将军，我们江陵城的水大多引自城东那条大河的分支，一旦那条河断了，城里过半的水井都会干涸。”话音未落，远处江东军的阵地后方突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闷响，仿佛山崩地裂。在无数火把的映照下，众人清晰地看到那条供给江陵城生命线的河流，一段河岸被硬生生挖开，浑浊的河水改道涌向另一侧的低洼地，再也不向江陵城的方向流淌分毫。陆逊的第一道命令便阴损至极，他动用数万兵力，用最野蛮直接的方式，强行将一条河的流向改道，掐断了江陵城的命脉之源。城墙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荆州将士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看着他们的生命线被敌人活生生掐断，脸上的血色渐渐褪去。你的脸色铁青如铁，深知古代城池的供水系统极其脆弱，一旦被断，便是灭顶之灾。你强压下心中的焦躁，厉声下令，立刻清点全城水源，所有水井、水窖全部登记造册。从现在起，全城用水统一调配，任何人不得私藏、浪费，违令者军法处置。你的命令沉稳有力，让慌乱的将士们找到了主心骨，立刻领命四散而去。可恐慌已如无形的瘟疫，在城中悄然蔓延。很快，水源清点的结果送到了府衙议事厅，一名书记官捧着竹简，颤抖着声音汇报：“启禀关将军、魏将军，城内尚存的水源，若是严格配给8000大军和数万百姓，最多只能支撑半个月。半个月，这个数字如同一颗巨石，狠狠砸在每个人的心头。”议事厅内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当天下午，城南的几条巷子里就因争抢井水爆发了小规模的冲突。虽然巡逻士兵很快赶到弹压下去，但那股绝望的气氛却如同潮水般愈发浓重。陆逊的第二道命令比第一道来得更快，也更毒。一支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趁夜从西门坠城而下，去远处山泉取水的荆州小队，最终伤亡惨重地退了回来。带队的屯长浑身是血，左臂无力地垂着，背上还驮着2个口吐黑沫、浑身抽搐的同伴。他踉跄着跪在你面前，将一个沾染血污的水囊高高举起，
声音嘶哑：“将军，城外方圆5里，所有的水井、泉眼全都被江东军投了毒。”扑通一声，那名屯长说完这句话，便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他背上的2个中毒士兵也在一阵剧烈的抽搐后彻底没了气息，脸色青黑，死状可怖。至此，江陵城彻底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水源孤岛，所有向外获取水源的希望都被陆逊用最残忍的方式一道道掐断。议事厅内，关羽一掌拍碎了身前的案几，他那张枣红色的脸庞涨成了猪肝色，常然因极致的愤怒而根根倒竖，双目赤红如血。陆逊匹夫，卑鄙无耻，枉为名士，此等断人水源、投毒害命的手段，与豺狼何异？我关羽誓杀此贼！刘封和一众将领也早已按捺不住，纷纷抽出佩剑，高声请战。将军，请下令吧！我等愿杀出城外，与江东狗贼决一死战，哪怕拼个鱼死网破，也绝不受此屈辱。你却没有说话，蹲下身，盯着地上那滩从水囊里渗出的黑色毒水，大脑在飞速运转。这套路太熟悉了，围城、断水、投毒，制造内部恐慌，这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常规打法，反而像后世现代战争中最常见也最残酷的围城绞杀战术。这个陆逊彻底脱下了那身儒雅君子的外皮，露出的獠牙比任何猛兽都要致命。江东大营，中军帐内，熏香袅袅，驱散了帐外的寒意。陆逊身着素色儒袍，正静静听着细作传回的消息。江陵城内因缺水大乱，军民争抢水源，恐慌蔓延。听完汇报，他那张温润如玉的脸上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对着帐外漆黑的夜空，仿佛在与城楼上的对手隔空对话，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魏文长，我倒要看看你那鬼鬼祟祟的战法，在干裂的喉咙面前还是不使得出来。夜色愈发深沉，寒意刺骨。江陵城墙上，一名年轻的荆州小兵疲惫地靠着墙堵，眼皮沉重的几乎要闭上。他下意识地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却只感觉到一阵刺痛，喉咙里更是干得发紧，仿佛要冒起火来。城内外的寂静，唯有偶尔传来的士兵咳嗽声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绝境。时日推移，江陵城成了无水的绝境。你推行的水源配给制虽维系着基本秩序，每人每日仅能分到1小碗浑水吊命。而这压抑的气氛，终于在一个午后被点燃。西城墙下，一名百夫长在分发水时，不小心手一抖，洒了几滴在地上。旁边2名士兵的眼睛瞬间红了，疯了一般扑上去，不是为了打架，而是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疯狂地舔舐着那片湿润的泥土。争抢很快演变成了斗殴。住手！你冰冷的声音传来，你没有多说一句废话，直接下令全部拖下去，当众鞭笞20。文长且慢，他们只是一时糊涂。刘峰忍不住求情，糊涂？你看都没看他一眼。今天他们能为几滴水打起来，明天就能为了半碗水拔刀杀人。军法就是军法，乱世需用重点。2名士兵被拖到教场，哀嚎声和皮鞭抽打皮肉的声音传遍了半个城池。这血腥的一幕总算暂时压住了城中躁动的混乱，可秩序是压住了，人心里的绝望却再也关不住。关羽站在府衙的院子里，看着自己亲手擦拭了无数遍的青龙偃月刀，刀锋依旧森寒，可他握刀的手却感到一阵阵的无力。他引以为傲的精锐之师没有倒在冲锋的路上，却被这无声的干渴折磨得不成人形。这种巨大的无力感像无数只蚂蚁啃噬着他的5脏6腑。父亲，关平走到他身后，地上一个水囊，里面只装了浅浅的一层。关羽没有接，他只是看着城外那片连绵不绝的营寨，那里面有充足的水源，有吃不完的粮食，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自己的兵慢慢枯萎死去。城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名负责修补城墙的民夫趁着无人注意，从怀里掏出一块早已写好的布条，他将布条紧紧地绑在一支残箭上，用尽全身力气将它射向了城外漆黑的夜空。布条上只有一行字：城中缺水已至极限，军心民心皆已崩溃，旦夕可下。陆逊接到了这封从城中射出的密信，他展开那块脏污的布条，借着灯火仔仔细细地看完了上面的每一个字。那张温润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抹残忍的快意。时候到了，他缓缓起身，召集诸葛瑾、周泰等所有大将。将军，可是要总攻了。周泰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不急。陆逊摆了摆手，那动作优雅的像是在邀请人品茶。攻城是最后的手段，在此之前，我要先诛了他们的心。他走到沙盘前，指着江陵城的模型，传我将令，明日清晨全军拔营，兵临城下，但是不带任何攻城器械。诸葛瑾等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陆逊的嘴角勾起，那弧度带着刺骨的寒意。把我们所有的水车都给我推到阵前去。第2日清晨，凄厉的号角声划破了江陵城死寂的黎明。敌袭！江东军攻城了。城墙上，所有还站得起来的荆州军都挣扎着拿起武器，拖着虚弱的身体奔向自己的岗位。你和关羽一马当先，冲上北城楼。可城下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江东大军黑压压一片，列阵于城下，但他们阵前没有云梯，没有冲车，没有投石机，只有一辆又一辆装满了清水的大型水车。在数万江陵军民绝望的注视下，陆逊一袭白衣，骑着马缓缓踱到阵前。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抬起手，轻轻一挥，上万名江东士兵同时举起自己的水囊，拧开盖子，仰起头，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那吞咽清水的畅快声响，
在寂静的战场上被放大了无数倍，那声音比最锋利的刀子还要伤人。他们不仅喝，还故意将清水从头顶浇下，任由清凉的液体流过他们的脸颊和脖颈，在阳光下蒸腾起白色的水汽。哈哈哈，痛快！这水真甜啊！城上的荆州龟孙们，渴了吧？下来喝一口啊！畅快的笑声和羞辱的言语混合在一起，如同最恶毒的诅咒，一刀刀剜在城头守军的心上。一名年轻的荆州兵再也承受不住，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扔下武器，崩溃的用头去撞击墙垛。更多的人则是眼神空洞，脸上的肌肉不停抽搐，有人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有人用沙哑的嗓子咒骂着城下的一切，希望被这清澈的水彻底浇灭了。关羽的双手死死地扣住了青龙偃月刀的刀杆，因为过度用力，指节已经没有了一点血色。他的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剧烈的颤抖。陆伯言，你这鼠辈！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安敢如此辱我！远处的阵中，陆逊远远望着城楼上那个暴怒的身影，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们的意志已经被摧毁了。他猛地举起手，再次挥下。正在饮水作乐的江东军动作瞬间停止，他们扔掉水囊，整齐划一地向两侧散开。后方大地开始震动，无数早已隐藏好的巨型工程塔、重型投石车被缓缓推上前来。黑洞洞的发射口和高耸的塔楼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杀气冲天。陆逊冰冷的声音响彻整个战场：全军总攻，给我踏平江陵，城中不留活口！江东军总攻的战鼓如同催命的阎罗，敲碎了江陵城最后的宁静。黑色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狠狠拍打在江陵孤城的城墙上。陆逊没有再耍任何花招，铺天盖地的箭雨之后是数不清的工程云梯，密密麻麻地搭上了墙垛。江东军的汉族像嗜血的蚂蚁，顺着梯子疯狂向上攀爬。守住，都给我守住！城墙上，荆州军的校尉们嘶哑地咆哮着，可他们的士兵早已是行尸走肉。一个荆州兵挣扎着举起滚木，还没推下去就眼前一黑，因脱水而昏厥过去。旁边的同伴想去拉他，脚下一软，两人一起滚下了城墙。意志在绝对的干渴与绝望面前早已被碾得粉碎，防线一触即溃。扑哧，一名江东兵率先登上了城头，他狞笑着，一刀砍翻了面前一个反应迟钝的荆州守军。缺口一旦被撕开，就再也无法合拢。越来越多的江东兵杀上了城墙，与虚弱不堪的守军展开了血腥的肉搏。荆州军的防线被杀得节节败退，城楼失守。只在旦夕之间，鼠辈安敢！一声雷霆般的怒吼炸响，关羽拖着沉重的身体冲入了战况最激烈的一处缺口。青龙偃月刀翻飞开合，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片腥风血雨。他面前的江东兵如同被割倒的麦子，成片倒下。关羽用一己之力硬生生将那个数十不宽的缺口重新堵上，可他每一次挥刀都能感觉到身体里水分的流失，那股熟悉的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他能堵住一处，却堵不住百处，眼看其他几处城墙也摇摇欲坠，即将被攻破。你的双目赤红一片，你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来人！你对着身后几个同样浑身浴血的亲兵吼道，把我们最后的宝贝都给江东的兄弟们送过去。几名士兵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一丝决绝。很快，几十口巨大的铁锅被抬了上来，锅里装的不是滚油，也不是热水，而是一种黄褐色的散发着熏天恶臭的粘稠液体，是连日来收集的全城军民的粪尿煮沸而成的金汁。这是守城战中最污秽也最恶毒的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使用。听我命令！泼！你没有丝毫犹豫，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滚烫的污秽之物如同黄色的瀑布从城墙上倾泻而下，城下正在攀爬的江东士兵被浇了个正着，那滚烫的温度瞬间烫烂了他们的皮肉，而其中蕴含的无数病菌更是顺着伤口钻进他们的身体。凄厉的惨叫声甚至盖过了战场上的喊杀声。这超乎想象的攻击让后续的江东军攻势为之一滞。趁着这个间隙，城头的守军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云梯推倒。第一波总攻总算被这饮鸩止渴的方式暂时击退了。城墙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尸体、鲜血和金汁干涸后的污迹，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恶臭混合的怪味。幸存的荆州将士瘫倒在地，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绝望如同化不开的浓墨，将整座城池彻底浸染。刘峰浑身是血，他踉跄地走到你面前，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半句豪言壮语。文长，我们怕是要守不住了。你没有回答他，你只是抬起头望向天空，那双锐利的眸子死死地盯着西边的天际，那里的云层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云的底部平整，顶部却在向上疯狂地翻滚堆积，像一座正在生长的大山。这是典型的积雨云，而且正在快速向江陵城的方向移动。凭借着超越这个时代的现代气象学知识，你判断出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你猛地转过身，指着远方的天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一声让所有人都错愕的大喊：弟兄们，我们有救了！援军到了！援军！所有人都愣住了，顺着你手指的方向看去，除了越来越阴沉的天空，什么都没有。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你下达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命令：传我将令，速将全城所有的篷布、甲胄、盾牌，一切能接水的东西，都给我搬到屋顶和空地上。
所有还能动的士兵立刻去砍伐城中的翠竹和葫芦藤，把它们全部捣碎。入夜之后，在城墙上铺开所有能找到的麻布，天亮之前必须收回。这一连串的命令，在所有人听来都如同疯话。闻察，关羽拖着刀走了过来，他的脸上全是困惑。你这是何意？现在大敌当前，做这些有何用处？你一把抓住关羽的手臂，沉声解释：二将军，你看天，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了。篷布、甲胄、盾牌是用来收集雨水的。你又指着城内的竹林、翠竹和葫芦藤之中，本身就含有大量水分，捣碎了就能取之解渴。至于麻布，夜间湿气重，铺在城头可以凝结露水，这些都是救命的水源。雨水收集，植物取水，夜间露水凝结，这些超越时代的知识从你口中说出，听得他们几人目瞪口呆，半信半疑。这也能行？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了昏暗的天空，紧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在所有人头顶炸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城中所有的军民先是一愣，下一秒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反应过来，发出了一声喜极而泣的狂呼：下雨了，下雨了！这声呼喊点燃了整座死城。天降甘霖啊，我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从城内每一个角落爆发出来，士兵们扔掉武器，百姓们冲出家门，所有人都冲到雨中，张开双臂，任由那冰凉的雨水冲刷着他们干裂的身体。他们看向城头那个下达了一系列神谕的身影，那目光已经从之前的敬畏变成了最狂热的崇拜。是魏将军，是魏将军召来的雨神仙，魏将军是能呼风唤雨的神仙啊！无数人跪倒在地，朝着你的方向疯狂地磕头。城墙之上，一名年轻的士兵跪在雨地里，他张开嘴，贪婪地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他年轻的脸庞滑落。你立于城头，任由倾盆大雨冲刷着身上的血迹与污秽，你的目光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穿透雨幕，直视着城外那片因突降暴雨而陷入一片惊愕混乱的江东大营。瓢泼的大雨是上天对江陵城最慷慨的恩赐，但这场恩赐也并未能洗去所有的危机。城内欢呼过后，你立刻用最铁腕的手段将狂喜的军民重新拉回了现实。所有守城兵卒优先保证每日2碗，城中百姓每日1碗。你的命令简单粗暴，却无比有效。所有收集到的雨水统一上交，由军法官登记在册，胆敢私藏一滴者立斩不赦。你冰冷的声音回荡在府衙之内，关羽、刘封等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们都清楚这一场雨水仅仅是续命的甘霖，而非彻底的解药。教场之上，一口口大锅里盛满了刚刚收集到的雨水，士兵们排着长队，用自己的头盔、竹筒小心翼翼地领取着那份来之不多的天赐之水。一个年轻的士兵双手颤抖地捧着头盔，将那浑浊的雨水一饮而尽。清凉的液体划过他干裂的喉咙，那股久违的滋润感让他舒服的几乎要呻吟出来。他喝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抬头看向城楼上那个挺拔的身影，那已经不是在看一个将军，那是在看一尊活生生的神明。将军真乃神人也！这句发自肺腑的感叹迅速在队伍中传开。是啊，若非将军通天彻地，我等早就渴死城中了。什么陆逊，什么江东大军，有将军在，我们怕他的鸟。信仰在这一刻比任何武器都更加坚固。守军濒临崩溃的士气不仅被拉了回来，更是在绝望的熔炉中淬炼过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此时城外江东大营，陆逊站在自己的中军大帐门口，任由冰冷的雨水打湿他那一袭白衣。他抬头看着那灰蒙蒙的天空，那张温润如玉的脸上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精心策划，步步为营，耗费了无数心力才布下的必杀之举，断水、投毒、攻心，一套组合拳下来，他确信江陵城已经是一具插标卖首的尸体。可现在一场大雨将他所有的努力都冲刷得干干净净，这真是天意吗？诸葛瑾撑着伞走到他身边，刚想开口劝慰，却被陆逊接下来的举动惊呆了。我不信天！陆逊低吼一声，猛地回身，一脚踹翻了帐前用来观察星象的铜盘，铜盘在泥水中翻滚，发出刺耳的声响。将军，周泰、徐盛等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了一跳。陆逊双目赤红，那股被他压抑在骨子里的狠力此刻彻底爆发。传我将令！他指着雨幕中的江陵城，每一个字都带着不顾一切的疯狂。全军冒雨，即刻总攻！什么？诸葛瑾大惊失色。我言，此刻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强行攻城与我军极为不利。将士们刚刚攻城失利，士气正弱啊！弱！陆逊的嘴角扯出一个狰狞的弧度。城中守军刚刚经历血战，又忙于接水，此刻必然疲惫到了极点。他们以为这场雨是救星，不，这是他们的催命符。此刻不攻，更待何时？我要让他们把刚刚喝下去的雨水连本带利都用血给我吐出来。他的决断再无半分平日的儒雅，只剩下输红了眼的赌徒般的疯狂。江东军的将领们虽然心有疑虑，但在陆逊不容置喙的命令下，只能硬着头皮再次集结起疲惫的军队。急促而混乱的战鼓声在雨幕中再次响起。然而陆逊这一次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支萎靡不振的绝望之势。当江东军的云梯再一次搭上湿滑的城墙时，他们迎上的是一双双燃烧着狂热火焰的眼睛。
为了魏将军，为了关将军，为了汉中王，兄弟们杀光江东狗！荆州军爆发出了石破天惊的怒吼，他们不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探身出去，用长枪，用坡刀，用尽一切手段，将向上攀爬的敌人捅下去、砍下去。城墙的南门成了最惨烈的绞肉机。关羽彻底爆发了，他舍弃了所有防守的招式，只是将那柄青龙偃月刀舞成了一道死亡的屏障。他立于城楼缺口，深如山岳，刀光所及之处，血肉横飞。一名江东军的皮将仗着勇武，率着亲兵好不容易冲上城头，杀关羽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他话音未落，眼前一道青光闪过，下一刻他的上半身就和下半身彻底分了家。关羽看都没看他一眼，反手一刀，又将他身后的2名亲兵拦腰斩断，鲜血混着雨水，将他脚下的城砖都染成了一片暗红。他镇守的南门，江东军的尸体在城下堆积如山，却无一人能越过他半步。武圣之威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另一边，刘封和关平则率领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反复冲杀。顶不住了，西边顶不住了，我来！刘封怒吼一声，带着人就冲了过去。他如同一头发狂的猛虎，手持大刀，硬生生将一个刚刚冲上来的江东百夫长连人带甲劈成2半。关平则更为冷静高效，他手中的长刀总是在最刁钻的角度出现，精准地刺穿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咽喉。他们2人就是2把最锋利的尖刀，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其悍不畏死的勇猛让攻城的江东军胆寒心惊。你站在城楼最高处，冷静地指挥着全局。西门压力大，调2个百人队过去，告诉他们守住一炷香，我替他们守攻。北门，陆逊的主力在北门，让关将军别恋战，速去北门主持大局。你的每一个命令都精准地预判了陆逊的主攻方向，你将城中本就不多的精锐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死死地定在最关键的位置上，与敌人反复拉锯。这场血战从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雨势间歇，天边露出一抹惨淡的血色残阳。陆逊站在帅台上，看着潮水般退下来伤亡惨重的士卒，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无法理解，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支本该在昨天就彻底崩溃的军队，能在短短1天之内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斗力。鸣金收兵，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随着江东大营中响起那疲惫而不甘的锣声，江陵城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胜利怒吼。幸存的荆州将士人人带伤，个个浴血，他们高举着手中带血的兵器，朝着城下狼狈溃退的江东军发出了胜利者最狂野的咆哮。他们用铁与血捍卫了这座城的尊严。你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转身走下城楼。你扶住了一名靠在墙垛上摇摇欲坠的年轻士兵，那士兵看着你，咧开满是血污的嘴，笑了。将军，我们赢了。Hello， 大家好，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说实话，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如果这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另外，因版权的关系，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我们在完整版见，拜拜。